不会是什么野兽吧？拼了！你瞅啥？没见过道上大哥跟人干仗啊？眼力劲呢？赶紧的，扶老子一把，上药！谁在说话？幻听，绝对是幻听。跨国飞机坐太久，时差没倒过来，精神压力太大，出现幻听很正常。对，很正常。不是你磨叽啥呢，老弟？是你大半夜把大哥吵醒的？大老爷们倒是吱个声啊，搁那相面呢。你在跟我说话？废话，这嘎达除了你个两脚兽还有别人啊？赶紧的，别瞅了。看在大哥平时罩着这片林的份上，拉大哥一把。算了，疯就疯了吧。不管的话，这火祖宗绝对活不过今晚。在门外老实待着，别乱动。磨叽半天，大哥还当你丫尿遁了呢。我要给你清创，可能有点疼，你嘴下留情，别咬我。麻溜利碎的，大哥混江湖的能怕疼？赶紧整！哎呀我去，你轻点，这手艺差评。你到底跟什么玩意儿干仗，能把腿整成这样？黑曼巴，那老六不讲武德，藏在树根子底下玩偷袭，正面刚他能是大哥对手？临死还给大哥来了一暗器。黑曼巴忒不要脸。成了，手艺挺地道啊，老弟。看啥？那啥，你这有肉没？先整点，饿死大哥了。老弟，不是大哥说你，你这伙食标准挺让人上火呀。这玩意儿里头全是面粉，肉星子都瞧不见几颗。大哥混江湖这么些年，吃饭高低得讲究个荤素搭配。行了，大哥，在这鸟不拉屎的非洲荒原，能有带肉味的淀粉肠就不错了。爱吃不吃，完犊子玩意儿，凑合吧，总比搁外面啃草根子强。魔幻，太魔幻了。一只在动物世界里能跟狮子硬刚，把花豹气哭的草原大流氓，此刻正蹲在我的锅台条上，一边吧唧着淀粉肠，一边嫌弃食品质量。哎呀，老弟，你那玩意儿的味儿闻着挺窜啊，指定是个硬菜。来，给大哥整两口尝尝鲜儿。你吃不了，这是老坛酸菜，素的。哼，素的咋了？看不起谁呢？大哥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？这玩意儿有酸辣包，你那右口吃了未封坑，到时还得我给你包扎。我说老弟，你这大本营真够呛啊！耗子进来都得抹着眼泪出去。刚接手还没收拾，外面那围栏跟纸糊的似的，根本拦不住道上的兄弟。我知道，那屋顶还开天窗呢，下雨高低得漏。我看见了，满屋子都是灰，真不讲究。大哥，我今天第一天来，总得给我点时间发育吧。我说大哥，你刚中完黑曼巴的毒，扭头就能炫进去2根火腿肠，你这胃是铁打的？少见多怪。那老六的毒确实挺窜，要是换个别的脆皮，现在连头七都过完了。但搁大哥这儿根本不值一提。当年大哥在南边混的时候，生吞眼镜蛇跟吃辣条似的。今儿也就是太晚了，这才找你这儿当个避风的码头，睡一觉缓缓神儿。咋的？没见过大哥吃小零食啊？这玩意儿剧毒，怕个屁！大哥身上自带杀毒软件，百毒不侵。今儿晚上大哥就在这儿扎营了，替你守个夜，省得林子里的杂碎摸进来动你。行，随你吧。这小东西嘴碎归嘴碎，但混江湖的确实讲义气。这破光源晚上指不定多危险，有这个连黑曼巴都嫌命长的战神在门口坐镇，安全感确实直接拉满。我真的能听懂动物说话，这波是真开了。腿还没好呢，大清早你折腾啥去？行了，搁家老实待着。大哥今天高低出去给你整点大宝贝回来报恩，等我信号。大宝贝，这缺德玩意儿别给我带个马蜂窝回来就谢天谢地了。瞅嘛瞅，没见过这么标致的家雀啊！瞧那傻样！我说老弟，你这破院子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。要老娘说，要饭的进来了都得含着眼泪给你扔2块钢镚儿，真诚。行，这金手指不仅能翻译，甚至连地域特色和性格情绪都给配得明明白白，连荒原上的鸟都嫌他穷。嘿，朋友，你就是新来的华人农场主？对，我叫林野。我叫巴布路，负责这片野外教导区的日常巡逻。这是保护区给新人的基础物资：面粉、食用油和盐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你这儿可真够偏僻的。谢了，兄弟。这附近环境怎么样？不容乐观，我的朋友。最近东边昨天傍晚有监测点汇报，一个满编的流浪雄狮群就在不到10公里的地方活动。听着，天黑之后把门顶死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绝对不要探头。明白了，多谢提醒。不过不用等晚上，昨晚我这儿就挺热闹的。
一只伤了腿的平头沟把铁门抓得哐哐响，我顺手帮他把身上的黑曼巴蛇毒给清了，包扎了一下。法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平头沟，你给那只草原大流氓做了清仓，而且你昨晚还把他留在院子里过夜了。对啊，他自己找了个干燥角落睡的，今早刚走。华人兄弟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10公里外的狮群算个屁！你连黑曼巴都嫌命长的火祖宗都敢招惹，你才是这片草原上最大的狠人！自求多福吧。那货瘸着条腿，该不会真一头扎进狮子堆里被加餐了吧？苏，快上车！东边的狮子疯了，他们正朝着你这个方向冲锋，快跑！哈哈，老弟，大哥今儿个没实胆吧？大哥，你整回来的这头大宝贝儿够不够牌面？这就是你说的大宝贝？跑！教科书说遇到猫科千万别把后背留给他，越跑他追得越嗨。不跑，这狮子距离自己不过5步远，一爪子下来，自己高低能碎成好几块。哎呦喂，可算是走到了，这天儿真诚心把爷往死里晒是吧？不是，平头哥的大碴子味儿还没消化完呢，这非洲草原怎么还特么有编制，连京腔的胡同大爷都给安排上了。傻愣着干啥呢，老弟？大哥一吐唾沫一个钉，大宝贝儿给你整回来了，快瞅瞅。干嘛呢，小伙子？爷跟您打听个事儿，那缩车轮子底下的黑伙计跟那儿念叨啥呢？从刚才起就吐噜个没完，听得爷脑瓜子仁生疼。指望不上，彻底指望不上了。虽然耳朵里全是京腔大爷在唠嗑，但眼前坐着的可是实打实快400斤的非洲战神。你在跟我说话？嘿，得嘞，这儿还有一个吓傻了的。这破地方除了你跟那缩头乌龟，还有别的喘气儿的吗？这院子真够寒碜的，比爷在东边那灌木丛的大平亭差远了，漏风又漏光的，要饭的进来都得直摇头。世界观彻底碎了。我不仅在非洲荒原上被一头雄狮用纯正北京腔搭讪了，而且他居然还在嫌弃我的农场破是破了点儿，但人挺实在的。今儿个要不是这老弟手艺地道，大哥我这条腿一准飞在黑曼巴手里了。老狮子，你少在那儿拿着，咱混江湖的得讲究个知恩图报。行，听您的，知道这位小哥是个敞亮人。那小东西跑爷那儿，把胸脯子拍得震天响，非说你这儿能管饭，还天天有冷气吹。闲不咋地你还来？爷琢磨着最近天太燥，那帮流浪的小崽子又天天找事儿，爷也懒得跟他们折腾，就过来吵吵。结果愁完了，硬件确实不咋地。瞧您这话说的，来都来了嘛。来都来了，这4大宽容定律怎么连非洲狮子都用得这么熟练？所以你不是来吃我的？吃你？您瞧瞧您那身排骨，浑身上下加起来没2两油，爷吃肉也得讲究个肥瘦相间，吃您嫌硌牙。再说了，好歹是那小东西的恩人，爷要是把他的救命稻草给嚼了，传出去爷在东边那片林子里还怎么混？爷要不要面子了？嫌我瘦，那我还得谢谢您呢。谢就免了，往后多给爷整点实在的就成。爷也不是白吃白住的主，真有道上的哥们儿摸过来砸场子，爷高低给您办他。老弟，别怪大哥事先没给你透风，今儿大哥可是给你请了尊真神。你别瞧这老家伙现在跟个流浪汉似的，人家以前在东堤帮共浪小走，带了满级保镖的黑帮灌木丛，这个2只性感发癫开过小生头，在自己破烂院子带过大满兵队里的老狮王。他的名号哪个不给3分薄面？虽然现在年纪大了，退居2线，但底子还在，妥妥的镇宅神兽。往后都是自己人，只要有大哥一口吃的，就有这老狮郎一个盘子舔。嘿，说话过脑子啊！谁跟您舔盘子呢？一个社会大老粗，一个摆烂老油条，他这个星落农场今天算是彻底把5湖4海都给集齐了。哎呦喂，累死爷了！那个小伙子，别光站着像脸了，爷今儿不挑食，您这到底管不管饭啊？赶紧给爷倒腾点垫垫，要是有口冰镇的酸梅汤，那可就更讲究了。要是直接把面粉做成大饼，这头快400斤的肉食巨兽估摸着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
我说小伙子，嘛玩意儿啊？这是黏不唧唧的，连点荤腥都瞧不见。那小东西把您这吹得跟天上电似的，合着爷大老远过来就吃这浆糊，连塞牙缝都不够啊！就这点存换，爱吃不吃。我自己现在连泡面都没得啃。您那要是不乐意，出门左转，荒原上野鹿多的是，您自己现补去。成，赶上这时候了，也忍了。落难的凤凰不如鸡，更何况爷这把老骨头。这就叫管饱，这就叫顿顿大鱼大肉。您那这张嘴啊，真是满嘴跑火车，没一句准话。拉倒吧，老狮子，有口热乎的垫吧垫吧就得了，还要啥自行车？明天大哥指定带老弟出去整大货，先搁这消停扎营，少挑肥拣细的。你腿都瘸成这样了，到底从哪儿把它刨出来的？也没多远，就南边那片连苍蝇都嫌晒的保护区。大哥跑了大半天，路上还顺手削了一只不开眼的猎狗。大哥跟这老狮子2年前就认识，他以前那片是林子的总堂主，开大满片队的。今儿大哥过去一说这儿能养老，他滴儿滴儿的就跟着来了。少跟那点吹牛，爷那是被那帮不讲武德的小年轻给闹腾的。天天有刚断奶的小崽子来找爷单挑，一天到晚没个清静时候。爷这老腰早顶不住了，正琢磨着内退呢，这小当伙就摸过来。爷寻思着出来躲个清闲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儿躺着，倒也舒坦。难怪一头正值壮年的狮王会沦落到跟蜜獾一起流浪，合着是在大本营里被内卷的小年轻们给折腾的精神衰弱，直接扔下江山，跟着荒原街溜子离家出走，提前过上退休生活来了。行吧，住下可以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这庙小不养闲人。明天物资要是再不到，你俩得自己想办法弄口粮。放心吧，老弟，有大哥在，饿不着你。明天带你开地图去。那小伙子，先别忙着叹气，爷这后背不知踩了嘛玩意儿，刺挠得慌。您那大把手过来给爷挠挠，使点劲儿啊，麻利儿的，别跟没吃饭似的。嘿，合着您那搁这铲泥呢？用手，铁家伙硌得慌。爷长这么大就没受过这份罪，有的用就不错了，再挑大爷您自己上蹭去。这下到位了，就这儿，再往左使点劲儿。小伙子手艺有进步，往后也少不了你的好处。Oh my god， 保罗，你绝对不敢相信我看到了什么啊！醒了，小伙子，甭愁了，爷给你的房租，新鲜的。你还真去打猎了？那不废话吗？不然等你喂啊。天没亮爷就去了，那边有个水塘，角马早上都去喝水，爷顺手就给顺了一头回来。别愣着了，拿去烤了，爷要7分熟。记得把腰子留着。最近身子虚，多搁点孜然。昨晚那锅汤淡出个鸟来。你这效率够高的。爷说话算话，你以为跟你们人类似的？可以啊，老登，今儿这大件货整得挺带劲儿。兄弟，麻溜利索的把火升起来。大哥今儿高低得整2口热乎的。以后这大草原你负责做饭，大哥负责打架。打架先放一边，你先从我外卖上面下来。松手，松手！有你这么对待功臣的吗？昨晚要不是大哥在旁边给你摇旗呼喊，这老当能有这积极性？你这是卸磨杀驴，不，卸磨赛麦。哎，往哪儿切呢？你这手艺还不如爷用牙撕呢。往左边挪挪，对，顺着那条白筋往下滑。瞅你这面黄肌瘦的样儿，以前在你们人类那儿也是个受气豹吧？有本事你来切！爷要是能拿刀，还要你干嘛？爷以前在保护区混的时候，那儿的饲养员切肉跟杂耍似的，一刀下去骨肉分离。你这属于严重的技术不过关，放我们狮群里，你连口剩汤都抢不着。兄弟，那排骨别剔太干净，留点肉。大哥就爱嘬那口骨髓。还有那大肠，你别扔啊，那可是好东西，洗洗炖了，味儿大才过瘾。大肠你留着自己刺身吧，我无福消受。
哎呀，暴殄天物啊！哎妈，太香了，急死大哥了！兄弟，先整块尝尝咸淡，先给整块尝尝咸淡，就那块带筋的，快点爹！还没熟呢，吃了拉肚子，别找我。拉肚子？你看不起谁呢？大哥当年连2米长的毒蛇都当辣条嚼，胃酸连铁钉都能融了，还能怕这点生肉？快点，再不给吃，大哥要明抢了啊！哎呀妈呀，烫嘴，香，绝了！这不比火腿肠强多了？以后天天有这伙食，谁敢上咱院子里找茬，大哥头盖骨都给他掀了。小苏啊，表现不错，以后大伙过日子也每周给你扛一头回来。不过说好了，你那屋檐底下的位置不错，明天给爷搭个遮阳棚，夏天晒得慌。大爷，您想得美！我这又是给你做饭，现在还得兼职当泥瓦匠给你盖房子。你那一头角马顶多算个押金。嘿，你这小伙子怎么账算得这么细呢？爷在外面那也是有身份的，多少母狮子想请爷回去吃软饭，爷都不稀罕。在你这儿不仅要自己打猎，连个 VIP 避暑位都没有，传出去爷在草原上还怎么混？行行行，明天再说。穷是穷了点儿，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把这里破农场改成度假架村指日可待。这下完了，跳进尼罗河也洗不清了。那是动物保护组织。注意隐蔽，呈交替掩护队形推进。这种高度和破坏力，绝对是成年雄狮留下的。里面的村民恐怕已经被撕碎，死死堵在角落里，绝望痛哭了。必须做好落地收尸的最坏打算。林姐，我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？别乱动，你这牙齿卡了块塞牙的肉丝，老实点。别跟我装傻！我接到报警电话，说有人被狮子困住了，结果到了这儿，你再给他剔牙。他牙缝里卡了肉，所以你就拿木棍往狮子嘴里伸。不然呢？总不能让他噎着。他一直这样？哪样？这么安静？也不是，饿的时候挺吵的。吵？吼2声，提醒我该喂饭了。你平时怎么跟他相处的？喂食、清理、晒太阳。没别的了？偶尔聊聊天。聊天？自言自语那种。我跟他说话，他听着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咬你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反应？没什么反应啊。你第一次靠近他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？他问我有没有吃的。你说什么？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就趴下了。你是说他主动靠近你，然后趴下了？差不多吧。他可能不待见你。我需要重新评估。评估什么？你这个人。我有什么好评估的？你对这头狮子的影响力超出正常范围。一头野生雄狮主动靠近一个陌生人，还让人给他剔牙，这在任何已知案例中都不存在，是一种罕见的动物亲和天赋。你喂它吃什么？角马肉，炖的。炖的？生肉太硬，它牙口不好。你给它炖肉，还考虑它牙口？不然呢？总不能饿着。它自己打猎带回来给你？对啊。这谁呀？搁这站岗呢？他也住这儿，你跟他也能处？他脾气还行，不怎么惹事儿。他不惹事儿，爷您可真敢睁眼说瞎话。所以你不是来抓我的？动保组织不是该把狮子带走吗？带走他送去哪儿？保护区已经满负荷运作了，而且他不愿意去，他选择留在你这儿，那就让他留。强行转移反而会造成应激反应。那就好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它是野生动物，哪天想走了，你也拦不住。到时候再说吧。哎呦喂，您这叨叨起来没完了是吧？还让不让人消停眯瞪会儿了？他怎么了？可能困了。困了？你说话声音太大，他想睡觉。我有个正式提议，
保护区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你说我对，你的能力对野生动物保护很有价值。我们正在招募特殊联络人，你有这方面的天赋。有工资吗？每月固定津贴，还有专享资金支持，用于动物养护。这买卖不亏啊！就是说我从一个农场主变成有靠山的农场主了。可以这么理解。恭喜，你被正式列为 A 级保护区特派员了。5万，有钱了。嘀咕啥呢？经费到账，冰箱、太阳能板、围栏、种子，够把农场翻新一遍。以后你的肉全走冰箱，还有冰镇饮料。什么叫冰镇饮料？凉飕飕，透心凉，3天到货，等着吧。老狮王，尝尝。这是什么？冰镇可乐。再来一碗！爷活了17年没喝过这个。以后你管冰箱，爷管看场子。分工明确了。今天收到没？买了什么？狮子情况怎么样？收到了，买了冰箱、围栏和种子。狮子挺好，刚喝了2碗可乐。有事联系我。老狮王，我准备把院子往外扩50米，围栏拉到那棵金荷拉树。还行，不算太大。我靠！别动，越动缠得越紧。我被蹲了，这草里藏了个铁丝老六，残血被铁丝网单杀了。你腿受重伤，别乱动。你给我奶的？治疗啊，兄弟！我一个打野位的，腿是核心装备。刚醒就这么吵，我操！对面中单，兄弟你可以啊，连狮王都给你当狗了。你再说一遍。自己人，别动手。等级高你说了算。兄弟，你这儿还烧人不？我全图跑得最快，侦察预警爆点，包你满意。前天西边来了一伙扛铁玩意儿的人，鬼鬼祟祟朝这儿走，能认出他们吗？味道记住了，你帮我养伤，我出去给你扫一圈，等我出山带你吃鸡。行，你留下，伤好了再说。兄弟，我血瓢满了，现在就去探全图最肥的资源点。伤没好利索，白跑一趟怎么办？探不到不收工。以前河床那边能翻出点发红的硬石头，没啥吃头。这一带以前是红宝石产区，如果真有宝石矿，以后就不愁经费了。能弄到好东西就是好兄弟。快快快，大货，带上能刨土的工具，就这儿。你看泥土下面隐隐透着暗红，绝对有货。怎么样？我是满族的 MVT。这不是普通的红石头，这是真正的天然血钻。我操，那我不是开大龙了？比大龙还赚，够把整个农场翻修一遍了。你一宿没睡，至于吗？不就一块破石头？这不是破石头，这是咱们农场的翻身钱。那你打算怎么弄？林威应该认识靠谱的渠道。苏爷，林姐，这么早？问你个事儿，你认识搞珠宝鉴定的吗？要靠谱的，嘴严的那种。认识倒是认识，你到底捡到什么了？一块石头。行，我下午不耍我去，那你最好别耍我。我哪敢耍你啊？你那石头真那么值钱？能换多少肉？够你吃一辈子。那你还等啥？赶紧卖了呀！得等下午专业人士来鉴定。现在先干活，把围栏修完。这位是陈工，我在省城认识的珠宝鉴定师，保密合约都签了，你放心。石头在哪儿？林姐，天然血钻，怎么样？硬度很高，就算在国际市场上，按现在的行情，保守估计在80万到100万蓝星币。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以后再有这种发现，先通知我，我帮你走正规流程。好。咋啦？傻啦？就是突然觉得有钱真好。你以前没钱吗？以前欠一屁股债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够把债还清，还能剩一大笔，能给你们买很多肉。那行，以后你买肉，我继续出去探路，咱们分工明确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看来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以前我以为你也就是个会做饭的两脚兽，没想到还真能折腾出钱来，不错。这房子我住着也更安心了。你这是认可我了？谈不上认可，就是觉得你住着还行。有这笔钱，围栏可以换成铁的了，太阳能板能多装几块，还能再买一台冷藏柜，以后囤肉不用靠风干。我从来没想过
自己有一天会在非洲草原上算这些账。哟，醒了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！这不我家里人吗？昨儿吼那嗓子就是通知他们过来。你通知之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？商量啥呀？早晚的事儿。怎么这么多？7头母狮子脑仁疼。你躲什么？大哥打架厉害，但大哥不是傻子。7头母狮子，你自己搞定。这得吃多少东西？7头成年母狮，日均进食量加起来至少20公斤，这还只是吃肉的量，还没算水。我现在每天打水要来回4趟，以后得8趟，水缸就那么点，根本不够用。加上冰箱里那点冻肉，全算上撑不过5天。哎，冰箱得换大的，水缸得加2个，围栏得加高加固，每样都要钱。刚到手那78万还没捂热乎，就已经开始往外飞了。你得给我交租。昨儿不是交了头角马？那是昨天的，你老婆孩子都来了，房租得翻倍。1天1头角马，至少打到我把围栏扩建完。你这是趁火打劫呀！彼此彼此。别闻了，这人是爷的房东，不是吃的。大哥想了想，不能怂。哼，你倒是敢出来。有啥不敢的？都是自家兄弟姐妹。能不能管管？管不了，小时候都这样。那当妈的护崽呢？你别动小的，他就不动你。你不早说？你又没问。行吧，反正都这样了，我做饭去。1个月前我连只鸡都养不活，现在我养了整整一个狮群。爷这儿还藏了瓶儿。你什么时候藏的？就昨天趁你不注意。行，算你有心。要不你也尝尝？让你显摆，浪费我1瓶可乐。哎呦喂，家人们谁懂啊？这草原上的猎狗怎么还自带饭圈味儿？这不是咱们草原曾经的狮王吗？怎么跑两脚炉子里当保安了呀？下农，真下农！退网，退网，退网！狮王哥哥，听说你给两脚人打工了，1个月多少钱呀？够不够买排骨呀？说真的，狮王哥哥，你这日子过得也太寒碜了。草原上那么多角马不吃，跑来吃两脚人的剩饭。我听说他还会打猎交房租呢。堂堂狮王给两脚人打工，那叫打工吗？那叫被驯化。喂，你不生气？跟他们置气，犯不上。他们就这德行。草原街溜子嘴比屎壳郎还臭。哟，装没听见呀？是不是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了？建议狮王哥哥买个助听器，我们众筹给你。差不多得了。哟，两脚兽急了，稀罕。老弟你别动，让大哥来。妈的，敢在家门口撒野，你再说一遍。你过来，咱俩练练，谁酥谁是孙子。看把那个小矮子急的，哎呦，这不是平头哥吗？平头哥不是草原最莽的吗？怎么也给人当看门狗了呀？草原3大猛兽，一个当保安，一个当看门狗，笑死我了！你们是被两脚兽 PUA 了吧？你出来，你给老子出来！别冲动，大哥忍不了，他骂我可以，骂老弟不行。这货居然是在替我出头哟，还下崽了？母狮子们挺能生的呀，小崽子看着挺嫩，开玩笑的，就是谁稀罕你们家那几个小崽子？他在等。只要他不动，母狮们就不会动。你们行，你们站着别走。你干嘛去？找后门，绕出去干他们。看什么看？说完了就滚。爷在这躺着挺好的，你们再逼逼，爷哪天心情不好去找你们聊聊。走了，这就走了？怕什么呀？他又不出来。你行你上啊！你以前跟他们打过？打过。草原上没有哪群猎狗没挨过爷的揍。那他们还敢来？欺老呗？觉得爷老了打不动了？能打吗？你担心爷？放心，再老那也是从前。真动手，他们不够塞牙缝的。怎么走了？大哥还没开打呢。走了清静。你松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以前。以前你是狮王，那会儿猎狗敢在你面前放屁。老了，打不动了。行了，走了就行了。不行，大哥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们都走了，走了也得追，别拦我。你打得过他们那么多？打不过也得打。大哥不是怂人，敢骂我老弟，今天必须狠狠干！骂我老弟，今天谁也别想跑！你松口，我嘴不是挺能阴阳吗？接着来，你等着，我记住你了。记住大哥干啥？想请大哥吃饭啊？我操，他咬我腿，回他，快揍他！你行你上啊，他咬人太疼了。
集美们，我腿废了，拉我一把！让你别来，你偏来，我哪知道他是疯的？快跑吧，这玩意儿打不了，跑，各凭本事！头哥，你给我回来！干就完了，回啥回？听我口令，3、2、1，上！你们倒是上啊！李先生，我指挥的，我能上吗？家人们谁懂啊？这玩意儿疯了吧？哪是打架，这分明是来索命的！举报，他开科技了！还有谁不服的，跟大哥碰一下子！不是说狮子才是王牌吗？这玩意儿是啥？情报有误啊，家人们！这玩意儿是氪金了吧？不是氪金就是开挂，反正不正常。你疯了！一个打一群！撤吧，退吧，这波亏大了，回去得让首领涨工资，这活太危险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早知道在家睡觉了。一个打一群咋啦？大哥啥时候怕过群殴？哎呦呵，瞧着像那么回事了。你还看热闹？那不然呢？我也出去跟猎狗打滚啊！我这老药回头闪了，谁给我治？那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说啥？给猎狗喊加油啊！你就不能镇个场子？我镇着呢，不然他们为啥不敢靠近围栏？你那是懒得动。看破不说破嘛。你倒是看得开。差不多得了，回来我给你上药。上啥药？大哥还没打够，你身上都在流血了，我回去给你炖肉。流点血咋了？大哥浑身是胆，啥肉？你想吃啥都行，先回来。那行，给炖肉一个面子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家两脚兽都喊你回去了。服不服？你快松口！还有谁？笑死！谁要跟疯子打？就是，这玩意儿伤害数值不对，破防了，真破防了。这波血亏回去得养半个月，还养啥？能活着回去就不错了。别说了，快跑吧！一会儿那疯子追上来又得咬，他追不上，我跑得快，你跑得快倒是背我一段啊！想得美，各安天命吧！不讲义气都没了，还讲义气？别追了，大哥能追上，追上了又咋的？还想继续咬？那不得咬到他们叫大哥？差不多了，见好就收。大哥还没收够呢，你这啥时候能收够？咬到最后一个，那今天怕是不够用了。那你就省着点用，大哥从来不省，我上药也得时间啊！你血都淌地上了，就这点口子，大哥睡一觉就长好了。行了，先回去再说。行，给老弟一个面子，算你识相。做，这小玩意儿是真敢唬啊！唬个屁，一身伤。那可不，平头哥单挑就跟开战车似的，草原上谁见了都得绕道。以后有他在外面站岗，小小不敢来。就是他这脾气，回头别把送快递的也咬了。他敢，我炖了他。你炖啥？锅都没支起来。少废话，你明天多打头猎物当房租。你说明天他们还敢来不？不好说，猎狗这东西记仇。那你说咋整？兵来挡呗，还咋整？说的轻巧。那你还能咋的？追上去再打一波，我没那本事，那不就结了？回去睡觉。就怕他惦记着。惦记就惦记，来了再打呗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这地儿总得缺点啥。再不下雨，这农场要变沙漠了。急啥？草原缺水正常。这群大家伙每天光是喝水都是个天文数字，得赶紧找林威调一台打井设备过来，不然真得渴死在。啥玩意儿？地震了？不对，是脚步声，很多，很重。嚯，来大家伙了！好家伙，这牌面跟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似的。别慌，这群大象性格还行。领头的那个是草原上最老的象，活了大几十年了，大家都喊他老族长。大哥不是怕他，就是觉得这体格子确实离谱，这血量也太厚了，根本打不了。你好啊，小同志，请问这里是星落农场吧？会说话倒是不稀奇，老子早就习惯动物开口了，只是这语气未免太客气了，跟那群天天阴阳怪气的猎狗完全是两个画风。是，这是星落农场，我是苏野。您怎么称呼？你可以叫我老族长，大家都这么叫。老族长，您带队来我这儿是有事儿？我们走了很远，渴了，想借点水喝。借水？老子自己喝的都不够，可要说不借，对面站着几头2吨起步的活板胯，我说个不字，他们能把农场平了。可缸里那点底，给他们润嘴儿都不够，硬拒绝绝对要吃亏，必须换个法子。老族长，你们大老远过来受累了，水肯定有，不过你们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解解暑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西瓜不错。小苏同志啊，你这个人不错。老族长客气了。
以后路过随时来坐坐。小同志，讲义群记下了。能和就这群活地图搞好关系，以后找矿藏或者摸暗河都有无穷好处。小苏同志啊，你这个农场水的问题不小，这个情况嘛，还是要重视起来的。水的问题不解决，农场就立不住。这老干部的眼光毒啊，一眼就看穿了。确实，现在全靠人工送水，撑不了多久。我算了一下，最多还能撑3天。水是有，但不太好弄，埋得深要费力气。不过嘛，只要敢干也不是没办法。老组长，您的意思是地下能打出水？小苏同志啊，后山那一块的综合情况，你去看过没有？后山还没来得及，那边地势有点复杂。后山，大象居然是来送情报的！这群活地图脑子里装的资源果然不止表面这点。您的意思是？这就对嘛，搞农场不能光盯着门前这1亩3分地，目光要放长远。后山那个地方我看就很有潜力嘛。明天一早我们去现场开个会。这石头太硬了，拿电钻来都得钻半天。老组长，快让他们停下，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。鼻子会磨破，象牙没事。这也太拼了！小苏同志给了我们西瓜，我们就给你水。草原上的规矩，礼尚往来。以前这地方塌过，洞口堵死了，我们进不去。我记了几十年，一直等着有人来帮忙把它打开。先歇会儿吧，来日方长。这块差不多了。记了几十年，这头老象根本不是在草原上盲目闲逛，这个水源的执念他装了大半辈子，他在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我操！真喷出来了，有土腥味儿，是活水，真的是活水！让你见笑了，动作大了点儿。这叫动作大了点儿？老组长，你们这简直是把山凿穿了！够了，太够了！老组长，过段时间等我把农场理顺了，我在这儿给你们挖个巨大的水塘，周围种满大树。你们要是热了，随时带全族来洗澡泡澡。那就太好了。小苏同志啊，这底下其实不止水，山体里头是空的。老人们传下来的话，这一片地下有大洞，有暗河，还有些亮闪闪的石头。这山够你探索好几年的。大洞、暗河、亮闪闪的石头，难道是未被探明的稀有矿藏，或者是远古地下遗迹？这后山的真正价值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无数倍。小同志不要急，水都出来了，山跑不了。我操，苏爷，快去看看，峡谷那边有个超级大件的快递，轰隆一声掉下去了。什么东西？说清楚，别大惊小怪的。我也没看清啊，天太黑了，反正特别大一坨，轰隆隆一声砸进峡谷最深处了，比农场们那破木屋还要大2圈，是个铁疙瘩。一晚上就积了这么多，老组长，这水够撑多久的？只要地下不断，水源就不成问题。这个水源稳定了，周边的动物都会过来的。来喝水？喝水，也看看这片地界来了个什么样的人。小苏同志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啥？水就在这儿，谁渴了谁喝，我还能收门票不成？水源一开，来的不光是吃草喝水的，还有潜伏在暗处吃肉的。这个情况你要有个准备。操！水源开放，势必会引来大批食肉动物，到时候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天天在老子家后院扎堆蹦迪，农场非得乱成一锅粥不可。吃肉的多吗？数量嘛，够你操心的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总不能筑个坝拦着不让他们来。不用拦，你管好喝水这片，剩下的嘛，让草原自己去平衡，自己解决。喝水的地方不许捕猎，出了这个范围，就各自凭本事了。这个办法行，按规矩办，就这么办。来了，羚羊先过来探路的。别怕，过来喝，管饱。你看，他们信你了，这是个好开头，而且他们还会互相通知。通知啥？通知大伙儿这边有水，有人守着，相对安全。合着我忙活了半天成啥了？草原上的水吧老板？好
好家伙，连幼猪这帮泥巴贩子都来了。有水源，什么动物都会来，他们愿意来就是认可你。你小子管不管？马上要打起来了。管！都给我听好了，水就在这儿，管饱随便喝，但到了老子的地盘就得守老子的规矩。第一，不许抢位置排队喝；第二，喝完了赶紧给后面的让位；第三，这周围50米内绝对不许捕猎。听懂了没有？鬼知道这帮家伙听懂了多少。那个谁说的就是你，胡狼，内圈以内不许捕猎，给老子退回去。这就对了。你立这破规矩有个屁用？他们纯粹是怕爷，又听不懂你说话。听懂也得立，这叫法治农场。回头你帮我死死盯着这块。凭什么爷要给你当免费保安？爷是草原之王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欠老子的房租还差3头大脚马呢，不打工就收房。哎呦呵，今儿天儿不错啊，都搁这儿给大哥开追悼会呢。瞅啥瞅？没见过大哥喝水啊？再瞅削你信不？你丫一肚子坏水，少给我惹事儿，一边待着去！松手！快给老子松手！当着这么多小弟的面呢，我不要面子的呀！你要面子还是要今天中午的红烧肉？大哥好不容易有这么个万众瞩目的亮相机会，你净给老子搅和了。你那叫亮相，你那叫砸场子。咋就砸场子了？大哥往那儿一站，那就是妥妥的牌面。越来越多了。你这才刚开始呢，等过几天消息彻底传开了，全草原的畜生都知道你这院子外头有干净水喝，到时候能给你排出2公里开外去。爷骗你干啥？在这片草原上找个稳定的活水源，比找个不偷浆的对象还难。嘿，奇了，他们还真的会排队。草原上的老理儿，谁先来谁先喝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。不过你发现没有，吃草的都在前头规规矩矩喝，吃肉的都在后头冷眼瞧着。那帮猛兽不着急？急啥？等那帮吃草的货把肚子灌饱了再捕猎，肉质更嫩，咬下去全是饱满的汁水。你平时吃角马的时候也这么讲究？那必须的，也讲究的时候多了去了。那你以后在我的农场里是不是不打算打猎了？该打还得打，不马猎爷吃西北风啊。不过你这水好，爷以后打完又回来，搁你这儿喝口干净水洗洗血水，日子别提多舒服了。作为回报，也顺便用眼神帮你盯2眼纪律。老家伙，你以前想过能过上这种安稳日子吗？没想过。爷以前当流浪师守老地盘那会儿，谁敢擅自来爷的地盘喝水，也上去一巴掌把头壳都给他拍飞。哪能像现在这样？现在你小子说了算，这片地界听你的。老族长，每天来这么多动物，这点地下水能撑多久？光靠后山这一处涌出来的泉水，撑不过2个月。小苏同志啊，长远规划还是要搞起来的。2个月之后呢？那就要看你下一步怎么安排了。山体深处地下还有水，大着呢。关键是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和力气，把它彻底引出来。挖！明天一早开挖。明天的事明天说，先把峡谷底下掉下来的那个大家伙搞清楚。能让猎豹那小子这么惦记的，绝对不是一般的物件。兄弟，累死豹爷了！我又去峡谷那边实地盘查了一圈。慢点说，天塌不下来。那个神秘的大剑快递还在下面卡着呢。这次我离得近，仔细瞅了一眼，那玩意儿绝对是个纯金属的铁疙瘩，通体漆黑，线条硬朗的像科幻电影里的飞船舱，就那么死死卡在峡谷最深处的岩缝里。你要不要现在动身去看看？明天再说。为啥呀？这可是天大的机缘，万一被别的偷猎者发现了咋办？看见没？我现在根本走不开。这大本营的规矩刚立起来，我非得翻天不可。我操，这么多！你搁这开联合国大会呢？都是来喝水的。对了，你刚才回来的路上，周围没发现啥异常吧？有捕猎者埋伏吗？没有，一路安静的要死。那帮平日里嚣张的猎狗和花豹，一看到后山这阵仗，全吓得绕道走。行，安稳度过今晚，明天一早，咱们出发去峡谷。确定了，不反悔。确定了。那行，明早在这儿集合。豹爷，我绝对不迟到。哎，兄弟，透露个底，
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之前嘴里念叨的那个山谷底下的大宝贝，到底能值多少钱？怎么，动心了？废话，谁能跟钱过不去呀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上次咱们在南边矿坑顺手摸到的那颗价值连城的血钻，跟峡谷底下这玩意儿比起来，充其量也就是个零花钱。真的假的？血钻才算零花钱？那底下得是个什么神仙宝贝啊？你豹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行了，明天一早咱们先去峡谷摸清那个铁鸭货的来路，然后再去找你说的那个更大的宝贝。我操，2个地方都去！兄弟，你今天真特么纯爷们儿！都去，一个都不放过。那行，为了明天有体力干大事儿，豹爷我今晚就在这儿死睡，谁也别煽醒我。兄弟，今天这点新水源的甜头，跟草原真正的秘密比起来，算个屁呀！哦，在这片大草原最核心，连直升机都飞不进去的迷雾禁区里面，还藏着更大的造化和远古传承。怎么样？有胆子跟哥们儿去拿吗？快，趁凉快，先去开个视野。走，到了。这是非洲铁皮石斛，我哪知道叫啥？反正别的动物闻着就恶心，就你们两脚兽当宝贝。你说你们这鼻子是不是出厂设置就有问题？你才出厂设置有问题。这东西晒干了卖出去，够你吃半年肉。那还等啥？全薅走啊！给它薅秃，一颗都别剩。不急，留点根，明年还能长。这叫可持续发展，懂不？细水长流，可持续发展。你们人类讲话就是费劲，薅个草都这么多说法。附近还有吗？前面河滩上也有，多着呢。你要想要，我回头给你开个传送点，天天带你来薅。行，你带路确实有一手，我服了。这豹子虽然嘴碎，但找东西是真有一套。看来我对这片草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。大中午的瞎跑啥？真行！去采了点草药。什么样的草啊？就那绿不拉几的玩意儿？你看见了还问？爷又没瞎。房租呢？角马呢？明天交，爷记着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小苏同志啊，忙着呢。你老看看这个，认识不？过了西面那道脊，是山内往下走，有个河滩。这种草长在河滩上游的石缝里，牛啊、羚羊啊都不碰。倒是见过狒狒罢了。狒狒要它干什么？狒狒要它干什么？那我可不知道，你得问狒狒去。我们大象啊，不吃这个。狒狒碰过，说明这东西确实有门道，得记心里。小苏同志啊，你那个水潭2个月后水位就得降，那怎么办？往西5里地有一片枯木林，林子底下有一条暗河，你要是能挖通了，水就稳了。挖暗河需要什么？工具、人力，你有吗？没有，但可以想办法。那就先想办法。水的事儿急不来，不过你这个农场要发展，水是命根子啊，没了水，什么都长不出来。矿区方向，再往南走1天，山体颜色不对，铁含量高，热过的地方容易出半生矿，具体什么得你自己去看。我们大象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但也知道底下有好东西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跟着我混，全图资源拉满，顿顿有肉吃。你找的是草药，人家说的是矿产，差着级别。那我下次开个更大资源的团。行，你开，我等着，到时候给你记功。你别不信，你豹哥什么时候走过空路？上次铁丝网。那是意外，战术失误能算空路吗？不到1上午，3条路线全有了。以前满眼是杂草和石头，现在看到的全是坐标和收益。请别人勘探队得花多少钱？他倒好，猎豹带路，老象指方向，分文不收。这阵容放勘探市场上得按贴算钱。小苏同志啊，这边的土颜色不对，下面可能还藏着东西。这流量比商业街还猛。老弟，那帮小瘪犊子又来了。哪个？还能哪个？霍耳朵那帮狗东西。又来了。可不咋的，搁外头转悠半天了，瞅那样是想往水潭这边摸。他们胆子挺大呀。那可不，
上回让大哥咬了豁口子，面子上挂不住了，指定是来找场子的。你打算咋整？老弟，你放心，大哥提前安排明白了。阵容够齐的，裁判都到位了。家人们谁懂啊？那头老狮子以为立块牌子就能管这片草原，真下愁。就是他以为他谁呀？退休老干部？还整个喝水区禁止打架，我笑死。他认识中文不？上头了，上头了，真把自己当草原管理局了。这泼天的富贵也该轮到咱家了吧？这帮玩意儿嘴是真碎，碎有啥用？大哥，等会儿干他丫的！我说啥来着？那老狮子就知道摆谱，真到干仗的时候就怂了。这水潭以后就是咱们的啦！家人们冲呀！就是吹得多牛，结果一个能打的没有。我操，有埋伏！撤！他们什么时候蹲在这儿的？不是吧？这剧本不对啊！学，这套配合练了多少遍啊？那可不，天天在一块儿，配合比职业战队还默契。你不是说你也有活吗？急啥？大哥的活在后头。撤！今天状态不好，改天往哪儿跑？骂大哥的人，大哥今天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安排上，大哥跟你姓。来，过来一个试试，大哥咬完他咬你。行，你们牛行了吧？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非得挨顿揍才老实。家人们无语了，真无语了！一群狮子加个精神病平头，组团欺负狗，你说啥？没，啥也没说。您不发表两句感言？爷说什么？一群小崽子挨顿揍就老实了，用不着爷出手。您这是稳坐钓鱼台啊！那是。你们就这点出息了，守着个破水潭当宝，不服啊？不服再来。狮群入驻才几天，肉耗翻了4倍，7头母狮加3只幼崽，还有老狮王那头大爷，平头哥也顿顿不落，这样下去不行。老弟，今天整啥吃的？你昨晚不是吃了3斤？消化快啊！大哥正在长身体。你成年好几年了，长什么身体？长第二春不行啊！你们今天不打猎？打啥猎啊？你那肉挺好吃的。那是应急储备。应急储备不也得吃吗？你之前答应过，每天打1头角马当房租。这事儿吧，得商量。商量什么？你做的肉比生肉香太多了，那几个母的嘴刁了，不爱吃生的了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你们好歹是野生狮子啊！野生咋了？野生就不能爱吃熟的了？行，今天谁去打猎？昨天是老二打的，前天是我，该老四了。老四昨天扭了脚，你那是装的吧？你才装的！老弟，要不以后直接包饭得了？包你个大头鬼！大哥替你着想啊，打猎多危险，磕了碰了你还得治，不如在家等你喂。你这逻辑真是绝了。大哥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脑子。野哥，算啥呢？挣。有啥好算的？吃就完了。以前1周买1次肉，300-400斤就够，现在3天就得买1次，一次拉800斤。那不是说明兄弟们捧场吗？捧场？加上调料蔬菜，1个月伙食费小1万，1年10几万，全是被你们吃掉的。那我少吃点儿。行，出去探你的图，多找点值钱的东西回来。这话我爱听。野哥，你等着，明天我给你整个大的。去吧。得令。1个月前还在担心养不活自己，现在要考虑怎么养一群狮子了。行，我给你们定个规矩，早饭我管，晚饭你们自己解决。凭啥？晚饭才是正餐啊！因为老子养不起你们1天3顿。
你们是狮子，不是猪。哎，小苏啊，这事儿吧，你别说话，房租还欠着。哎呦我操！老狮子被怼了！你们每天至少打一次猎，不管打到什么，自己解决一顿。打不到呢？打不到就饿着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昨天还给吃排骨呢。这规矩不一定能执行下去，但总得让他们知道，饭不是白来的。冷库基本空了。王叔，明天送1000斤肉过来。多少？1000斤，牛肉、猪肉都行。多少？小苏，你这是开食堂了？差不多吧。行，我给你凑凑。这批货最多扛1周，1周的之后还得买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老弟，合计啥呢？得建个大冷库，至少能存3吨肉。整呗，还得搞个烟熏房，肉风干了能存，不用占冰柜。那感情好。还有太阳能，这些玩意儿整下来得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但必须得整。野哥，写啥呢？未来规划。能吃不？不能。那有啥意思？老弟，明天是不是有很多肉到？那大哥明天能不能多吃点儿？行，你多吃点儿。得嘞。小苏啊，你这儿越来越热闹了。热闹是真热闹，能吃也是真能吃，都是我的。能吃，但也是底气。得，老干部又来视察了。小苏同志啊，老组长今天怎么有空来？路过，顺便看看你的建设进度。小苏同志啊，早啊！你这个洗澡的地方也该修修了。今天过来啊，有个事儿要跟你谈谈。啥事儿？您说。那个水源啊，解决的不错，还行。但是啊，配套设施没跟上。啥配套设施？对，你那个水潭啊，水是有了，但岸不行，泥岸踩上去黏糊糊的。洗浴环境？那您想怎么着？我的意见是这样的：冲水区要一个，遮阳棚也要一个，冲澡平台也得一个，得防滑。我年纪大了，摔一跤不是闹着玩的。组长，您这是要搞洗浴中心啊？基础设施要跟上啊，不是搞什么洗浴中心。这还算基础设施？算。一个好的保护区啊，不光要有水，还要有洗澡的地方、休息的地方，还有遮阳的地方。那冲水区打算多大？不用太大，能容2头象并排站就行。遮阳棚呢？能罩住整个平台就行。平台高度？你看着办就行。那你们打算怎么用？轮流用嘛，谁先来谁先洗。要打架呢？打架的取消洗澡资格。你们内部还有这种规定？管理要跟上嘛。您 Walter 这话是跟谁学的？行，您经验丰富。经验的总结，全票通过的。你们象群都想要投票了？不记名投票嘛。行，真团结。你们这组织性，我服。那可不是，管理到位。这老乡开会都开成精了。大清早的吵吵啥呢？组长来提意见，说要修冲澡区。洗澡有啥好洗的？咱草原上不都这么过？你呀，年轻人不注意个人卫生，这叫战斗伪装，懂不懂？打架贼好用。你那不是伪装，是脏。组长，您说的我记下了。不是记下，是落实。行，落实。夏天马上到了，水边没遮阴的地方不行。而且呀，这设施修好了，不光我们用，你自己也能用。我自己也能用？木屋里就一个水龙头吧，夏天出水烫手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活了60年了，什么不知道？行，我画个图纸。好，等你方案。那老家伙又干啥来了？来提意见，要修冲澡区。冲澡区？咱这农场改澡堂子了？你要嫌吵，房租先交了。你真要给他们修澡堂子？不然呢？他们自己又不修，那玩意儿有啥用？又不能吃。能吃的话，你早把它啃了。那倒是。再说了，我又不用干活，你修好我蹭一下就行。你想得美！瞧你那小气劲儿，你这是画的啥？冲水区，铺水泥地面，拉水管，装喷头。这个呢？遮阳棚，4根木桩打底，顶上铺铁皮或者草席。这个呢？冲澡平台，水泥砌个缓坡，防滑，让大象站上去。就这么简单？不然呢？你还想装个按摩浴缸？按摩浴缸是啥？说了你也不懂。嘿，你这人！平头哥，你说大象为啥要修这个？嫌脏呗？不对，是因为他们开始挑生活质量了。啥意思？今天大象要冲水区，明天狮子要纳2点，后天你估摸也得要点啥？我不用，我直接干。那就是了，
这些需求会一直来，我要是能满足，他们就离不开这儿。你说的那个啥设施，真能留住他们？你想想，去哪儿能找到包吃包住还能洗澡的地方？是没别地儿了，那不就结了？你这弯弯绕绕的脑子，这叫经营思维。啥经营思维？就是给他们当保姆。保姆就保姆，管饭就行。那行，我没话说了，难得见你闭嘴，滚！水管从后山接过来，沿途挖浅沟，竹子劈开做管道，省钱又实用。喷头不用太高级，能出水就行。皮水沟往南边挖，引到远处挖地。这画的也太难看了。你会你画，我不会。那就闭嘴。老大，爆点！老大，爆点！说。猎狗群在南边河沟滚泥巴呢。然后呢？霍尔说等你们洗完，他们也想来蹭一波。他们来我们这儿洗。对啊，脸都被打2回了，还敢来蹭？那脸皮厚度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跟对面上单似的，死了就传回来。行，让他们等着，冲水区修好再说。得嘞，我传话去了。等等，让他们滚远点滚，别靠近水潭。明白，卡在河道等信号。还有，让他们别在上游滚泥巴。为啥？脏水会流下来。明白，我警告他们。对。老大，还有个事儿。啥？霍尔让我问能不能搞个泥巴池，他们不冲水就爱滚泥巴。一个也是修，2个也是建，让他们等着。那挖在哪儿？我得先看看地形。行，你看了告诉我挖多大。行。对了，挖多大合适？看他们来多少，挖个够滚的就行。明白。老大，霍尔还说了。说啥？等搞好了，他们帮你看场子，换洗澡资格。他嘛，看场子不偷吃就不错了。那我咋回？回他们先表现，后谈条件。明白，快去快回。好嘞。既然猎狗也要来，以后排队洗澡的只会更多，得留够排队空间。你说你管吃管喝还管洗澡，图啥？房租先交了，我再告诉你。搞定。这片不错，通风，晒不着太阳，凉快。爷以后就在这儿躺了。这里我休息。我先瞧上的。你是狮子吗？不怕晒？谁说的？我这鬃毛中暑了，谁负责？你自个儿找的。嘿，你这老家伙！这他娘们的才6点。才38度，你至于吗？哎，我说老弟，这啥天儿啊？38，你糊弄谁呢？瞅见那棵歪脖子树没？都热冒烟了。得买降温设备了。哎呦喂，这天气是要烤死谁呀？我说房东，你这儿就没个凉快地方？有啊，水潭里泡着去。你让爷跟那群泥猴子一块泡，不要面子的。这玩意儿还行，风不够大，将就吧。下午冷风力就到了。冷风力？那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能吹凉风的东西。那可赶特好。我操！外面地图都烤熟了，兄弟，快给我口水！我感觉血条在往下掉。外面的土皮都能煎鸡蛋了，我跑一步烫一下脚，跟踩火焰地表似的。那你不会等凉快了再出去？我横竖是急着回来报信吗？后山那片林子也开始卷叶子了，我感觉这波高温至少持续1个礼拜。1个礼拜40度往上，别说这帮动物了，我自己天天在这大太阳底下晒着，迟早也得脱水脱到脱把。哎呦喂，这个好，这才叫过日子嘛！让，给大哥腾个位置。排队去。排什么队？我先看见的。我先坐下的。嘿，你个老帮菜，跟大哥抢风扇是吧？别吵，风扇够大，都能吹到。你撒开我！你在地上待着。我靠，这床2米宽呢！那也没你位置。行，你们是大哥，你们说了算。我这打野位真是没人权。家人们谁懂啊？狮王在那吹风扇，他那位置本来是我们的，凭什么？就因为他能打？你再往前一步试试。行，你们狠，等你们睡着了再说。哼。老组长，您也来蹭凉。小苏同志，这个冷风机不错嘛。那是刚买的，风力够猛，声音也稳定，好设备。哎，我说，您往边上一站，风全让您挡住了。哦，是吗？您往那边挪2壶行不？往哪边？左边，再挪点。这里。这老乡是故意的吧？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这鬼天气，晚上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老弟，这不行啊！大哥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没遭过这罪。得，这玩意儿也扛不住了。这帮小崽子，白天不敢来，晚上来蹭凉。
这哪是出门，老子现在简直就像一块放在铁板烧上滋滋冒油的死肉。哎，我说往那边挪挪，挪啥挪？大哥都快热成标本了。你再不挪，真成标本了。那也不挪，这儿有风。让！我操，你干啥？别废话，让我先回口血，我快热死了。你这叫回血，你这叫抢人头。谁抢人头了？这位置你家开的？大哥先来的，先来后到。这都什么版本了，还讲先来后到？吵吵啥？一个破风扇，瞧给你们急的。谁急了？大哥是讲道理的人。你讲个屁的道理！太烫了，这机器再这么满负荷连轴转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绝对得当场烧坏。小苏同志啊，怎么说？你这个降温设施啊，还有短板。怎么说？你那台小风扇啊，连我这儿都够不着，你屋里那几个怕是也扛不住多久。你那床现在是我媳妇儿们的了，那是我的床，写你名字了，我买的就是我的。你又不躺，空着也是空着。我晚上要躺，你晚上再想办法，白天让媳妇儿躺会儿怎么了？老板，你的 KPI 就是再搞一台冷风机，不然这局要炸。你们当我开空调厂的？管你啥厂的，有良气就是好厂。你赶紧再整一台，最好再整点冰。你咋不说要个游泳池呢？那也行啊。小苏同志啊，你这个电也是个问题。电怎么了？你那线是从木屋拉出来的吧？对。负荷跟得上吗？糟糕，现在光是一台冷电线连轴转，线就已经烫得能烤肉了。要是等下午另外2台一起拉起来跑，这电线绝对得当场火花带闪电。得换线。不换线，长远看你得搞太阳能。太阳能？你位置好，日照足，弄几块板子，不光带风扇，还能带水泵。搞一套太阳能得多少钱？看规模，先搞几块板子。不过嘛，那玩意儿不便宜。1把块能下来吗？那我可说不准，我们大象又不花钱。行，我记住了。前期投入大，但长远省。你这个位置不搞可惜了。先解决眼前吧。老弟，你屋里头比外头还热，你咋不给自己整一台？因为穷。穷？没钱。你天天给我们整肉吃，这叫没钱？啥两码事儿？你给大哥买风扇是买，给自己买也是买。行了行了，过2天再说。起来！干嘛？让个位置。这是凳子。我知道，你坐哪儿不是坐？让爷躺会儿。你是一头狮子。狮子咋了？狮子不能坐凳子了？唉，行，你坐。你就这么狠怂？你行你上。大哥不上，大哥讲文明。你讲个屁的文明！喂，苏野，你现在在农场吗？在。听我说，我刚拿到一份情报，关于你那边，你最近小心点儿。附近来了一伙危险的武装偷窃分子。苏野，那批人查到了，杰克上尉。那个头溜头子。15杆枪起步，装备全是军用级别的。前天他们在北边跟巡护队交了火，巡护队伤了2个，对方毫发无伤。他们有夜视装备，之前蹲守巡护队的时候半夜一摸的影。这伙人不是普通偷猎的，杰克以前是雇佣兵，在几个战区待过。去年北部保护区12头白犀牛全是他的人干的。巡护队追了3个月，折了4个人，他连毛都没掉一根。他的目标是农场？目前不是，他们在往南边撤。你的农场在必经路线上，有水源有食物，他们一定会落脚。杰克做事很干净，不会留隐患。那波要是早2秒我就抓到他了。不行不行，下把得换个思路。
突然有点替那帮雇佣兵担心了。我知道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围栏加高，弄点预警。没事。我让总部调一批围栏材料和警报设备过来，最快3天到。这么好？哼，你出了事，我这辈子论文甩题就没了。你把我当研究对象了？你觉得呢？要不要我派2个人过去看着？不用，你的人来了反而显眼。苏野，他们有枪，15杆，你拿什么挡？围栏。围栏挡不了子弹。你真是个疯子。你才发现？苏野，别死了。死不了。他们正在往你那边移动，你自己小心。够了，我心里有数。最近别往外跑，外面有人带枪来了。枪？那算啥玩意儿？大哥，我咬碎的铁管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。不是让你打架，帮我盯着院子周围，有动静就喊。先说好，他们要是先动手，我可不会只盯着。随你，别主动惹事就行。大哥心里有数。他行不行啊？看着不太靠谱。我听得见。咋样咋样？什么时候开团？我先去探个视野。我去外围盯着，看到车或者人就回来告诉我，别靠近，别打架。就这，探到情报就回来报点，别跟他们照面。行吧，插眼是吧？懂了，我打1号位，打信息插，你等着，我给你们开个全图视野。老爷子，有人要来了，带枪的。怎么着？有活？到时候帮我镇场就行。那你打算给爷开什么价？1顿烤牛肉。就1顿，行吧？2顿，2不过得是烤透了的，别拿带血丝的糊弄爷，爷这牙口金贵着呢。这年头出趟工也就混口热乎饭了。张老板，铁丝网要2.5米高的加厚款，明天能送吗？围这么高干啥？你那儿又没大型猛兽。防人。防人？你那是农场还是碉堡？都一样。明天上午能到不？能到，不过2.5米的网可不便宜。送。张工，我要加6个夜视摄像头，整个院子全覆盖。6个？你那是有啥值钱东西要守？值钱不直接另说，人都快摸到门口了。有活是吧？行，明天带人过来布线。这简直是在我的心头割肉啊！太肉疼了，不该省的钱绝对不能省。围栏、摄像头、预警全得尽快到位。你们现在就可劲儿浪吧，等真到了那天，这帮家伙绝对比谁都先闻到火药味。行。就这堪比土匪的阵容，足够那帮雇佣兵喝一壶的。在脑海中飞快地过了一遍双方的战力对比，一群拿着15杆枪的雇佣兵对上7头母狮、1头老狮王，再加1头疯子平头猴，怎么算都是对面亏。您几位这是摆阵呢？2块地儿不站着，等着别人抢。您倒是会享受，那可不，回头再整2台，再整2台。您以为这是批发市场？得嘞，有这1台也成，让他们也沾沾光。让我进去！你自个儿多大个，心里没数，你进来也吹不着。爷这群母狮，哪个不比你扛？我知道我脆，但真是要热死了。得，我不进。你至于吗？至于，3个小时没吹到风了，对猎豹来说等于3个世纪。那你出去跑一圈。外面43度，你让我出门，我选择挂机。你看啥？没事，您几位睡好。哥，我能进你屋待会儿吗？进来吧。舒服了。订的冷风机明天就能到，但农场这几根破电线肯定扛不住，得赶紧约换线的张师傅明天上门把主线全换了。哥，你这屋简直就是我的泉水，往这一趴，血条蹭蹭往回长。什么玩意儿？来了，大 boss 来了！得，那个老家伙又来了。小苏同志啊，组长，外边热，进来坐。这床挺大。老组长，你想爬可以，得排队。靠，不是吧？老人家，连你也盯上这块宝地了？这地方倒是挺凉快的。老家伙，你几个意思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看看，我没说要站。你看看可以，别打主意。风口是爷先站的，床是母狮先站的，规矩不能坏。哥，这是要打团了？打什么团？老组长肯定看上那块地了。如果后面再来任何一头大型动物，
都只能在太阳底下生烤了。兄弟，得想办法腾地方。你这儿养了这么多，没事，他们不咬人。您这操作挺溜啊！那可不，这才凉快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我在算，狮王战胜的风口，母狮围了一圈，现在又往前推了2米，把阴影点画进去了。待会儿大象族长回来，往哪站？我还真把这尊瓦北给忘了。我觉得那里也能做几头大点的。我说你俩啊！你俩倒是说句话呀！这床吧，一看就年头久了，木头都朽了，爷就轻轻做了一下。小苏同志啊，老狮王是有客观规律的，这床明显是受到了瞬间的超负荷冲击。我刚刚只是在这排队，是他不讲作风，一屁股坐死拉倒的。你个老乡，你放屁！小苏同志啊，这个床确实不太结实，我们还没怎么用力，他就还没怎么用力，你俩加起来快5吨了都。这破床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先把床赔了再说别的。我又不是不认账。老弟，大哥，我看清楚了，是老狮子先往下压的，他一坐下去，床腿直接就劈了。你少挑事儿啊！爷坐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是大象后来蹭上来才塌的。你可拉倒吧！你看这断口，分明是受力太猛直接崩开的，跟人家大象啥关系？就是你先压的。慢放镜头看过了，狮王先手做脸，大象跟了一波输出，床血条见底，一波团灭，0换3。都闭嘴！你们知道这床多少钱吗？大不了我回头爷给你弄头领养。这是公共资源嘛，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固动经产损耗。我们象群同志，你要理解，这里面有个程序合规的问题，得先定责，再谈赔偿。公共资源，这床是我自己买的，你俩抢着用，现在给我压塌了。哼，那大象也没少压。老狮王同志啊，你这话就不妥当了。我是在这里正常排队，有序入座，你一来就搞无序扩张，缺乏大局观，我这是维系秩序。嘿，你这老乡不讲理啊！你那么大一坨，往床上一站，这床能撑住才有鬼了。老狮王同志啊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硬件设施塌了可以再买，但你这种抢占公共资源、不听群众劝阻的霸道作风，非常不利于我们农场的可持续发展嘛！得吧你！这叫什么事儿？一间农场，2个大佬，一张破床，不乱才有鬼，必须立规矩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农场迟早被他们拆光。行了，冷风机区暂时封控啊！小苏同志啊，这个封控是不是有点儿？我说封就封，什么时候你俩达成一致，什么时候再开。哎呦我去，老弟你这招狠啊，跟停服维护似的。公告，狮王和象爹互卡，服务器炸了，冷风继续停服，开服时间待定。你俩也闭嘴，再拱火就一起封。老弟，大哥我可没压床啊，我就说了2句公道话。你拱火了，连坐。那得封到什么时候去？看你俩什么时候谈拢。小苏同志啊，风控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们应当本着大局意识，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嘛。说人话，就是老狮王同志缺乏基本的公共意识，先来后到的规矩是要讲的，但更要讲团结。少给爷上纲上线！什么公共意识不公共意识？这床是人家小苏花钱买的，你想白蹭就直说。老狮王同志啊，你这话就不客观了。农场是集体空间，资源应当共享嘛。共享？你一头大象占半个院子的地皮，那是体量问题，不是态度问题。行，站着吧。下次买铁的，看你们怎么样。你俩干嘛呢？小子，你醒了，这张床今儿个归爷了，你没意见吧？小苏同志啊，床位问题今天得定下来，不然影响团结。哎呦我去，可算醒了，这场面比草原干炸还刺激！我的妈，这波团终于要开了，狮子哥和大象哥争了一中午，就等你上线呢。争啥？争床，爷先占的，凭啥让给一头大块头？
小苏同志啊，你来评评理，这张床是公共设施，能先到先得吗？得讲公平嘛。少跟爷扯大道理，爷趴了一上午了，你一来就要分一半。一上午，我从昨晚就在外面站着，我比你早。我说的是公平分配嘛。公平？你一头象占半个院子的时候，怎么不讲公平？院子是院子，床是床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哎妈呀，狮子哥这波反击可以呀，老象也有被怼的时候。急了急了，狮子哥急了，大象哥这波拉扯满分，稳中带皮。这阵容我熟啊，一个肉塔，一个战士，谁也秒不了谁。你个小短腿，再废一句话，爷先收拾你。得，我不说了，你们继续，我观战。你瞅瞅，这俩将种没一个能听劝的，我看这休息处今天非他不可。这休息处真撑不住，你俩先下去，这床真撑不住。你先答应给爷，爷就下去。小苏同志啊，你得先表个态，这张床到底算谁的？该有个说法嘛。他看出来了，这不是在抢凉快。老狮王平时懒散归懒散，但从没这么拧过。大象族长讲究体面，不会为一张杂让床跟人较劲到这个地步。现在两个都卯上了，谁也不肯松口。这已经不是床的问题了，这是面子问题。谁先退，谁就是怂了。照这个架势，撑不过今天。他现在只想赶紧把这两位爷分开。狮子哥，不是老弟说你，你好歹是个草原之王，你跟人大象抢一张木头床，传出去磕碜不？你闭嘴！草原之王也得睡觉。那你倒是睡啊，耗了一中午了，眼睛都没闭过。我算看明白了，你怕老象趁你睡着了把你拱下去吧？放纸也会怕他一个大块头？不怕的话，你让半个床位不就行了？这样行不行？我再买一张，一人一张，各睡各的，总可以了吧？不行，爷就要这张，新床得重新趴，没那感觉。哼，老象皮糙肉厚不怕他，爷这把老骨头金贵着呢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不是床的问题，是规矩。今天他占了，明天还要占别的。公共资源不能这么搞嘛，这关系到农场的长远秩序。那你们到底想怎么着？让他先退一步，爷就退一步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他先退，我就退。你俩搁这循环呢，谁都不肯先低头，这局无解了。完了，这团开不起来，两边都是肉盾，谁也打不动谁，散了吧。他的血压比温度还高，不管了，推开他俩。我操！这床真扛不住了，今儿个有戏看了，你俩谁把床干塌了谁赔。苏野，你顶住！你是不是被狮子和大象围攻了？苏野，你是不是被狮子和大象围攻了？我看到无人机画面了，那是刚打完群架吧？围攻倒谈不上，准确的说是由于公共基础设施落后，引发了动物内部资源分配纠纷。说人话。他俩为了抢床和冷电器 C 位，把床压塌了。苏野，狮象同处一室，最大概率是领地重叠引发的应激性冲突。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话违反了多少条学术常识？老弟，今儿大哥给你主持公道，这事儿指定是老狮子先挑的头，上床就给那儿盘道，大象后来也跟着瞎掺和，直接把这床给整突出了。这属于办事不讲规矩，谁也别想护短。那只蜜獾在干嘛？他在向非洲象宣战吗？听声音他极度愤怒。没，他在拉偏架。他平时就爱凑热闹。你看他狂拍爪子的肢体语言，从行为学上讲，这属于看热闹不嫌大的兴奋表现。他大概是在谴责狮子不讲武德。瞅嘛瞅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再说了，爷往这一躺的时候可好好的，您那是大象，瞧您那体型，心里没个谱。别跟着瞎凑合，这能怪得着爷吗？真诚，你看这老狮子，他把头别过去，耳朵往后压，这是经典的心虚和退缩行为。他这叫声翻译过来大概就是不关我事儿。床自己塌的，属于猛兽在推卸责任。老狮王同志啊，你这个思想觉悟就不对了。我刚才是在这里合理排队，有序入座，你一过来就搞无序扩张，横着一趴，严重破坏了规矩。我作为族长，为了维护集体秩序，能不往上挤吗？大象也表态了。林专家，你看他甩鼻子的频率，在象群社交里，这个动作代表了一种我很占理，但我也很委屈的抗议姿态。他估计觉得自己体型大，站得稳，是老狮子一屁股把床坐死的。苏野，我那篇论狮象种间冲突的初稿估计是用不上了，但我突然觉得你的动物心理学
可能更适合现在的星落农场。那降温设备？改报告。我马上给上面打申请，走紧急报销通道，看能不能把大功率冷风机和高压喷力系统给塞进基建报销单里。总不能真等他们把农场拆了，逼我写一本论猛兽拆迁学吧？哎呦，那可太讲究了，得要硬朗的啊，千万别拿便宜货糊弄爷。小林同志啊，这个决策很好，用官方的钱解决基层的实际困难，这个思路对吗？我操，官方给开绿灯报销了，老弟，这波白嫖指定行，带劲儿！林专家，听见了吗？他们叫得很欢。从声学频率上分析，这属于对官方决策的积极情绪反馈。用人类的话说，就是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少来，让他们闭嘴！我的世界观需要重组一下。报销意向我先给你挂上去，至于额度批不批得下来，什么时候走完流程，还得看上面卡本卡。我先挂了。都高兴太早了。报销流程天知道要走几天，额度也指不定有多少。在新设备下来之前，冷风机区暂停开放。这几天，你俩给爷去水泥地上躺着去，谁讲情都没用。平头哥监督，连坐。再有下次，冷风机直接断电。急！兄弟们别扯淡了，正面战场出大问题，南边有人闪现踩点，围栏外面的草堆里藏着一排越野车胎印，还热乎着呢。对方明显卡着视野摸过来了，这波是对方老六要开团，速度拿装备，准备接战。胎印有多新？踩上去还烫，最多半小时前压的。你先回南边盯着，有动静直接吼。怎么着？有人惦记咱家？先不管，装备得赶紧到位。等那帮人真来了，床还没买回来，你俩接着睡水泥地。那赶紧的，让爷看看都买啥。工业钢架凉床，3米乘2米，承重800公斤，买2张。钢架床这玩意儿一看就不靠谱，800公斤，爷躺上去，再加那头大象，分分钟给你压成铁饼。你还没用呢。2张，爷1张，那大象1张就没了。不备个替换的，不买个大号的，万一垫子脏了谁洗？你自己舔。小苏同志啊，钢架床这个尺寸，我得提个意见。什么意见？3米乘2米，那是按人的标准。我们象群平均体长4.5米，按象均使用面积算，这个配套标准低了。你是来睡觉的还是来办土居证的？不是土居证的问题，是公共设施规划的前瞻性嘛。我也有意见，你们2台冷风机对着2方向吹，我们蹭风的只能喝西北风，用户体验极差。产品经理呢？需求反馈通道呢？给你加个循环扇。光加风扇不够，得4面出风，还得有遥控。没有遥控。那 APP 控制也行。也没有。这装备也太寡了吧！都别吵吵，听大哥说2句。刚才我正式被任命为安保主任了。谁任命的？我自己。刚才说要人管插队，那就是安保的活儿。给我在购物车里加个工位。什么工位？制高点，能俯视全场，最好是冷风线顶上，视野开阔，还能蹭风。那就是冷风箱顶上放个凳子。凳子哪够？得要专业级的，最好是带扶手，能旋转，还能调高度那种。行，加个高脚凳。不是普通高脚凳。再挑就没凳子。行吧，凳子先凑合，但得标记一下，安保主任专坐，闲人勿坐。超了，你那个林专家批的预算不够，差额还不小。那正好，先把那2张防潮垫砍了。向组长皮糙肉厚，睡铁板一样舒服。你自己的垫子怎么不砍？爷年纪大了，有腰肌劳损。哼，你什么时候得的腰肌劳损？刚才看钢架床参数的时候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预算超支的问题，我觉得要从大局发言。什么大局？钢架床是刚需，喷壶管是基础配套，但遮阳棚属于锦上添花，可以缓一缓。毕竟公共区域的问题还没有定论嘛。遮阳棚是公共设施，全农场动物都要用。你看公共设施保自己床位，这叫假公济私。老师同志啊，我这是在讲规划节奏，你是在保护既得利益。预算的事我来解决，不用你们操心。你怎么解决？开会。开啥会？草原临时会议，讨论设备分配方案。这是冷风机集中区，从明天开始按3个标准轮换：体型、时间段、危险等级。啥意思？说人话。体型大的优先用大床，时间段按早晚高峰分。
危险等级决定最热的时候谁占 C 位。这个方案在原则上我是同意的，但公共深炉管的分配是不是也该纳入统筹？可以，稍后单列议题。喷淋管定时开放，按体型分组，一组20分钟。20分钟，爷还没冲透呢。冲透了感冒，水费你交。我和平头哥算哪组？小型组。凭什么？我可是顶级掠食者。你上次被一只野兔追了3条街，那是战略性绕后。规矩定了就得有人监督。本安保主任正式宣布，负责监督插队行为，任何违规操作一律拿下。你刚不是宣布过了吗？再宣布一次，正式场合得走流程。你怎么保证自己不插队？老弟，你放心，大哥做事绝对公正，我说话算话，一口唾沫一个钉。你看啥？这属于提前到岗，熟悉执勤环境，不算插队。老板，货卸哪儿？铁皮棚旁边空地。还成，比木床硬朗。给你铺防潮垫。赶紧的，爷这老妖有福了。那个凳子先给我搬过来，带护手那个放这儿，别把冷风茶刮花了。怎么样？看出来什么没有？不是同一批，货车胎纹窄，花纹浅。早上那批深纹越野胎，压泥深度差了将近1倍。东侧进，西边绕了大半圈，从南面折返。不是迷路，不是过路，是量步子。这特么绝比不是路过。对面老六卡视野摸过来，连你家门牌号都侦查到位了。老铁，不是大哥说你买这床质量不行，纯的豆腐渣工艺。你闭嘴！家人们，快看！昔日的草原之王现在给两脚人当保安了，真是把食肉界的脸都丢尽了，妥妥的下头诗啊！听说昨晚您把床都给睡塌了，草原之王变塌床王，这大寡我能笑1年。建议大掌柜全地退网，别给咱荒原抹黑了。姐妹们录下来发朋友圈，给他办个塌床2周年纪念展。怎么着？大掌柜这是没词儿了？以前在东边林子里不挺能带节奏的吗？现在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了？看来是真过气了，纯的时代的眼泪呀！成，您那就死鸭子嘴硬吧。要我说你也甭死撑着了，赶紧把地盘交出来，原地退网，老老实实在这儿给人类当个看门吉祥物得了，好歹一天还能混上2口素江湖吃，不至于饿死在外面。哟，大象老爷子也在呢，你也是来围观这塌床第一现场的？小同志啊，你这个看问题的切入点是不太正确的。关于公共设施的损毁情况，目前还没有组织上的定论。得了吧，您俩就互相甩锅吧。老组长您少在这打官腔，昨晚您一准也偷偷上去试了，一老一小2块料，把人家床压塌了还不敢认，真逊！老组长，你干嘛？拉扯的像什么话？小同志，你站的这个位置，从大局上看不太安全。你把池子边缘地基不稳，本着对同志负责的态度，我热心帮你挪个地方。还有哪位小同志在思想上有不同意见的？俺也可以帮你们换个地方谈心。不，老组长您说的对，俺们这……等半天了，刚才哪个孙子搁那叭带节奏呢？大哥今天高低给你们整一顿终生难忘的真人线下快打，都给老子站那儿！我操，那疯子下来了，跑！跑啥呀？刚才那嘴不是挺硬吗？来，跟大哥单挑，看大哥今天不把你腚钩子咬穿！就这，不够大哥塞牙缝的，下次多叫点人。向哥，您这手借刀杀人够阴的啊，不过也喜欢。公共秩序的维护还是要靠铁的手腕，原则问题不能多。我说2位，刚才这套连招你俩事先商量好的？瞧你那点出息，内部矛盾归内部矛盾，外部威胁来了，爷跟向哥还能内耗？传出去爷在东边林子里还怎么混？小苏同志啊，大局观我们这些老同志还是拎得清的。
急，让！我操，要炸了！老子刚才去野区看戏，顺便想去蹲个残血，结果你猜着，对面开挂了，对面直接满编队摸到咱家高地下面了。怎么了，豹哥？说清楚，是不是那群猎狗又杀回来了？猎狗算个屁！老子刚才去水源后面探草丛，结果在斜坡瞅看见2个老六，一个看地图，另一个端着8倍镜往死里瞄，搁这卡视野排雷呢。你看准了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老子拿头担保，绝对看清了，是2个手里有高级火器的两脚兽。老弟，你搁这儿猫着寻思啥呢？大哥都闻到味儿了，那俩完蛋东西正往这边摸呢，咋整？干不干？急！对面2个老六已经进射程了，打野为请求闪现开团，直接去把他们水晶给偷了。都给爷消停点儿！俩连林子都没踩熟的小毛贼，身上那股子味儿隔着3里地都刺脑壳。甭慌，有家伙又怎么着？敢偷猎的不敢轻易开枪，枪一响，方圆50里的巡逻队高低得来围剿他们。只要他们不先搂火，今儿晚上这局咱就当是逗闷子了。老狮王说的有道理，偷猎贼确实最怕暴露。听我指挥，老狮王包抄左路，猎豹封锁右路，别让他们惊动母狮群。平头猴你从正面冲锋，目标是他们的装备包。行吧，大哥今天就当回免费的拆迁队。老弟你躲好了，要是万一有子弹，大哥这身盘子高低给你挡了。我靠，对面架3脚架了，正在高地插眼呢，准备跟他们爆了。3、2、1，冲锋！我操，这头蜜花！我的妈呀，还有狮子！这地方怎么会有狮子？跑，快跑啊！就这，不够大哥一套连招打的，真怂！靠，跑得比老子闪现还快，纯的顺风局，老子一记平 A 都没捞着，血亏。老弟，这上面画的啥玩意儿？咱们被这伙职业偷猎的给死盯上了。今晚这2个只是来踩点的打头阵杂鱼，后面应该还有大部队。敢摸到这儿来的就没几个善茬。小伙子，下次他们再来，带的可就不是小手枪了。怕个鸟！老子明天就加固围栏，谁来大哥给谁修个火葬场。你们仔细看，这上面不仅标了老项的路线，还给老狮王你列了身价。他们这次来，钻石矿是核心，顺手还要把你们当成高价土特产一锅端了。这帮孙子，爷在林子里横行的时候，他们还没学会爬呢。开春那阵儿，几队开吉普车的想围了爷，枪都掏出来了，最后还不是被爷带着林子里的老哥们把车轮子都给咬碎了。跟爷玩热武器，他们还欠点火候。对头，这伙人一看就是老银记，连老项的坐标都开全图挂给摸清楚了。下次他们要是带补项枪过来，咱家老族长岂不抵如一枪就要交代了？要糟，高地要守不住了。守个屁的高地！天亮他们敢进来，大哥直接去把他们车胎全给啃了。行了，他们没那个机会。呼叫杰克长官，见鬼！侦察任务彻底泡汤了。那个龙国人会巫术，我们刚进去就被一只不要命的平头矮子给抢劫了。他甚至还叫了一头该死的狮子来打配合。上帝啊，那地方简直就是妖怪大本营！妖怪大本营，2只畜生就把你们吓成这副德行，一头雄狮，一个龙国巫师，有意思。法子，2只畜生，6组夜视装备全报销，地图也丢了。把当时的情况一字不漏的给我汇报清楚。从你们摸进水源地开始说，每一步每一个动作，那头雄狮是怎么发现你们的？我们口了给草灯摸进去的，压低身子贴着是魔荒，不是一只，后面还有一头雄狮。那个龙国人怎么了？张之子训练过的，一个毛头小子训练一头非洲雄狮打战术。我亲眼看见的，上尉。雄狮黑市什么价？活体成年野生雄狮至少15万蓝星币，那群大象呢？象牙按公斤算，活体更贵。3头成年象加小的绑回来，打包至少30万。铁笼全卸下来，绑回来，问清楚了再处理。这个给那个龙国人留着，再有种的人关进这里面3天就什么都说了。所以这次不能等他们来，得提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，从哪边来，带了多少人。那简单，大哥现在就去西边蹲着，来一个啃一个干。兄弟，对面5辆车开过来了，这波是团战。急死我了，兄弟！对面开大招起脸了，5辆改装越野全停在旧河道岔口，
7个全副武装的老六，手里全端着带夜视镜的麻醉枪，后备箱里连液压铁笼、大型发电机和冷藏柜都带齐了。这帮逼今晚是打算连人带野怪，把咱农场整个强拆打包啊！包哥，你速度最快，绕着外围再跑一圈，把他们每辆车的停靠点和摸进来的路线全死死盯住，1秒都别停。得令，全图插眼，老子把移速拉满。在呢，老弟，听那碎嘴子嗷嗷半天了，干不干？你绕到他们屁股后面去，记住，他们带过来的发电机和冷藏车不准碰，那是咱们明天的战利品。至于人，别弄死，其他随你折腾。放心吧，老弟，大哥有分寸，带麻醉枪来砸场子。大哥今晚高低让他们长长记性。小伙子，那帮孙子的麻醉枪可全朝前头瞄着呢，爷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挨上2发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怎么说？给爷划个道。不用你冲锋，你带母狮在西边高地一站，露个影就行。那帮雇佣兵摸不准咱们有多少底细，越看不清越抓花，绝对不敢散开找。你往那儿一吐，就能吓死他们。嘿，拿爷当心理战武器呢。行，越看不见越怕。不过爷那几个老娘们脾气可爆，要是哪个崽子真敢放枪，爷可不保证他不下死口。明白了，敢带捕象枪来砸我的场子，一个口子都不留。象群推过去。老组长，带象群走河道包抄，把旧河道的岔口死死堵住，人不管。那5辆越野车和车上的发电机冷气，明早天亮前必须全部给我扣在农场里。李威，别废话，马上开录屏，把我拉进动保紧急通话频道，全程留证。苏野，你疯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被偷猎的给围了，旧河道岔口这儿5辆车，起码7个人，连液压笼和麻醉枪都带齐了。坐标已经发你了，你那边盯着把证据锁死，等巡逻队到了直接按人。至于现在，老子准备在现场陪他们玩玩了。苏野，你别乱动，巡逻车已经出发，但这帮人有重装备，你千万别和他们硬拼，听见没有？保命要紧！苏野，我看到定位了，巡逻车已经出发，但这帮人有重装备，你千万别和他们硬拼，听见没有？保命要紧！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今晚谁是谁的猎物还说不定呢。爆点！东边3个摸到冷风机区了，西边1个准备撬仓库，还有一个打头的摸黑翻围栏了。打头那个交给我。各自就位，开打。该死，怎么全是你？来了，老弟，等你半天了。法克，给我滚开！爆点！西边的那个撬仓库的听见动静了，正在往你那边摸。东边3个停在水塔下面不敢动，全在等信号。这波对面阵型散了，兄弟，你赶紧趁乱搞事儿！哼。漂亮！西边那个被你照出阴影了，东边3个还在水塔原地罚站不敢动。老弟，这货装备全让我卸了，下一个在哪儿？仓库方向，围栏底下。得嘞！这疯子，这密盒是他妈封的！哈哈哈哈！西边那个装备全掉光了，往旧河道跑。东边3个还在水塔，全傻了。水塔底座正后方品字形蹲防，注意，南边围墙外有引擎声，对面后援在靠。豹哥，多远？200米旧河道，至少2太，对面要强开了。呸！老弟，西边那货让我撵出去50米，还一个呢，大哥还没过瘾。蠢货！对面减员1名，水塔倒下一个，枪脱手了，剩下2个往围栏外翻，第一波全崩。兄弟，你这套组合拳太骚了，对面完全看不懂这战术。安保主任，首战告捷。那是，大哥这安保主任白当的。老弟，你往后稍，今晚来的有一个算一个，全给他们卸干净。一只蜜獾把你们5个人打成了这样。上尉，那东西专门盯着装备咬，我们根本不用解释。别管那只疯东西，先把那头老狮子放倒。
把他引下来，活的。完整鬃毛的雄狮，黑市上能翻3倍。注意注意！对面2辆车绕西边去了，目标不是院子，是你家老狮王。车上4个人，2把麻醉枪加1张捕网，这帮逼要活戳！豹哥，盯着他们。兄弟，你干嘛去？对面4个人全端着枪，你连件防弹衣都没有。嘿，小伙子，你怎么摸这儿来了？后头那动静，泡着爷来的吧？就是冲你来的，趴下！趴下！爷在这片草原混了10来年，趴下！停！见鬼！刚才明明在的。杰克上尉是吧？大半夜带队来我农场打猎，问过正主的意思没有？苏叶，你疯了！那是麻醉枪！巡逻队还有2分钟，你躲好！听见没有？你躲好！龙国巫师，他们没骗我。苏野先生，我没兴趣跟你聊天，我可以身边让你做到天亮亮等巡逻队。上尉，左边草丛里有东西在动，右边有，右后方也有，右后方也有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把哪头狮子叫出来？第3梯队，铁笼车往东开，灯光全开，把院子里那几只疯东西给我逼出来！今晚全麻倒！完了！星落农场，重复星落农场，偷猎集团主力正在推进，至少5辆车，重装备，液压铁笼，农场主已暴露在麻醉枪射程位，请求立即支援。压过去，把狮子逼进笼区，别管水，先抓大的。老板，大象，撞过去，他们会让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事情性质变了。老组长，小苏同志啊，不要慌，对于破坏公共水陆设施的行为，必须依法有规，现场处置。这叫现场处置，人家这执法挺规范，先口口告知，再物理告知。我操，团开了，老干部开大了，空住空住！对面铁皮车被击飞，漂亮，团战美如画，干他，就这么干！这车挺抗咬，大哥刚才啃半天没啃明白。行，拍清楚点儿，他们自带拘留室，售后无误还挺完整。瞧，这就叫自食其果。左边2个没枪，右边那个背包有货。中路杰克残血没交闪，兄弟盯他，盯他呀！杰克，你这笼子不错，尺寸合适，通风也行，就是入住体验差点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农场主，顺便兼职接收你送来的2手设备。猎豹、钉包，收到收到，他要跑路，北边树林，北边树林，老板。小苏同志啊，那边有别的动静。什么东西？滚开！回来！老弟，里头咋这么热闹？听着像有人办席呢。爆点爆点，树上全是单位，高低差太恶心了。兄弟，这图不能硬冲，进去就是被控到死。喂喂喂，邊個批准你過嚟的？這片林我收租好多年啦，背個包就想走人，當我做慈善咩？大狒狒，靚仔看咩看？你也想過路，先排隊啦。行，狒狒王。这帮树上混得挺狂啊！老弟，你一句话，大哥上去咱们开个会。猎豹，盯住那个盒子。看到了看到了，亮的旧的，像任务物品。兄弟，这玩意儿绝对有说法。把盒子放下！拿纸糊弄我？我这边做正规生意的啦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抢东西抢到俺们家门口了！别上！咋的，老弟？你怕这帮猴崽子？强冲上去，以平头哥的机动性必然吃亏。一旦他们受惊，把盒子扔进森林，或者直接毁掉，线索就彻底断了。这些家伙不仅有组织，而且极其看重地盘和利益。不是怕，他们不是帮我们打杰克，
他们是在收保护费。靓仔，你有眼光哦！外来两脚兽进我地盘不打招呼，还背这么多杂货。苏叶说：“当然要交买路钱。他是偷猎者，东西是证据，证据归你，盒子归我，这样大家都有赚啦。”他摸电话，打断打胆！啊！还想摇人，老弟，这玩意儿算缴获不？算。外面的水箱还在不断漏水，农场里的偷猎者余党还没彻底清除干净，巡逻大队的人马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这里。跟这群刀枪不入、高智商的丛林强盗在这里硬耗时间，划不来，暴力手段不可取。我拿东西跟你换。老弟，真跟他换啊？先把东西拿回来。靓仔，值不值钱？拿点真正像样的货来啦！啥玩意儿？棉花？棉花糖。糖？给大哥尝一口。这是谈判经费。换盒子。靓仔，你拿团白毛糊弄我？我这边做买卖讲档次的。看不上。那算了。哎，这玩意儿咋一咬就没了？给我，兄弟，给我一颗，我需要补状态。还要！衰仔，没交租新事吃，你有没有规矩？靓仔，样品再来一粒，我验货。怎么样？猴赛类啊，这糖甜！你还整过初恋呢？别问，经济型首领也有情史，尊重版本背景。兄弟，快发糖啊！排队，听到没有？排队了！做生意要有秩序，插队的扣糖。老弟，你这一袋糖把树上帮派整成幼儿园了。低成本治理，1颗糖换1条规矩。靓仔，你不要趁机加价哦。第一，不许骚扰林子外面的农场。可以，你地盘你负责，我地盘我负责，大家和平发财。第二，以后在林子里看见偷猎者、陌生车辆或者带枪的人，立刻通知我。情报要收费，按次结算。成交啦！兄弟，你这运营思路可以啊！一包糖开了树上视野，全图挂呀，这是。第三，盒子还我。合作诚意。拿去了，大家第一次合作，我给你面子。就这破玩意儿，还挺有分量。以后这片树林我罩你。是协助巡林。都一样啦，你有糖，我树，合作发财。残血逃生，往右前方临凤。追不？杰克现在背包没了，工具包没了，卫星电话被我们缴获，身上唯一能防身的麻醉枪也已经没有了任何子弹。在这片原始林区里，一个一无所有的两脚兽跑得掉一时，也绝对跑不了多远。前面迟早是巡逻队的包围圈。老弟，里头啥宝贝？我操，开箱了！兄弟，这波像隐藏奖励，这玩意儿能吃不？不能。靓仔，这些亮晶晶可以分红不？刚才说好的，盒子归我。合作嘛，问下价而已，大家以后长期发财了。这几个字来得太巧。小伙子，又捡着啥了？地图。也认不全字，但水泵这俩字挺顺眼。那还等啥？抄家去啊！这就不是单纯跑路了。苏野，巡逻队马上到，你现在位置安全？暂时安全。我从杰克背包里拿到点东西，你帮我看看要不要登记。你先别碰太多，已经碰了。金币、罗盘、旧笔记都拍清楚，来源必须登记，尤其是涉案人员携带物，先按涉案遗留物处理。你不要清洗，不要拆封。登记完会不会全被没收？如果属于偷猎集团非法持有物，官方会走调查流程，但发现人、保护区协助方和线索提供方都有奖励。奖励？具体金额要评估。如果能牵出非法盗掘、走私或者藏匿补给点，奖励不会。老弟，他说啥？能换肉不？能。那还等啥？这盒子大哥护了。靓仔，见者有份哦。我提供盒子，你提供糖，大家合作发财。你提供的是赃物来源。不要讲这么难听啦，荒野捡到，先到先得嘛。你以前还捡过这种东西？有啊，亮晶晶、圆圆的小盒子，还有会转的针。我地盘树洞里有几件。兄弟，树上仓库，这帮家伙有收藏点。什么仓库？那叫资产配置啦。你还挺会起名，不懂经营就不要插嘴啦。亮晶晶放树洞，糖放肚子里，这叫分散风险。林威，北侧狒狒群可能收集过类似遗留物，别让他们乱搬。苏野，这可能涉及早年探险队遗留物，也可能是偷猎集团藏匿线索。明白。杰克知道这里，他往那边跑了，8成是。他背着这张图来农场，又往峡谷方向跑。
说明那边不只是藏东西。哼，那算子还给自己留后路了。这瘦猴跑挺快啊，他本来就是干这个的。靓仔，黑岩峡谷不好走哦，那边石头黑，洞多，晚上容易丢命。加糖，我派兄弟带路。你知道路？我在这片收租好多年了。哼，这家伙咋啥都要加糖？因为有用。兄弟，杰克没跑远，他在峡谷那边还有个仓库。靓仔，这些铁盒子也是你的人？官方的人。他们就是北侧树林的新势力。现在算半个合作方，按糖结算。苏先生，峡谷仓库位置确定了吗？确定，右前方临风往下，黑石头坡，低矮铁皮顶，门口2个人，里面有油味儿。猎豹发现仓库门口有2名可疑人员，里面可能存有油量。他还能爆点，专业侦察兵。老弟，走不走？大哥给你开路，清账另算了。我们树上带路也要糖。找到仓库，按表现发。前面有味儿，油味、人味，还有旧铁笼味。兄弟，小心，有老六！谁咬我？蹲下，双手抱头。大哥今天心情一般，别逼我加班。他还会伏击？他一直挺会。放下！什么东西？上面有猴子！烧仓库？你问过业主没有？这里以后可能是我合作伙伴的资产啦！还敢点火？你是真不怕哥给你安排工伤？证据链坐实了。嚯，这帮孙子备货挺全。兄弟，冷柜、大发电机、轮胎，这波直接肥了。这些能动吗？先封存取证。我就问问，苏先生，这些设备属于偷猎集团非法仓储物，原则上全部查封。但你这里水箱损坏，供电中断，且你协助控制现场，保护了关键证据。部分无主民用设备可以申请临时调拨给星落农场使用。临时调拨？发电机、冷柜、维修件、水泵这类非武器、非药品、非拘禁工具，审批会快很多。发电机、冷柜、水泵、线缆、越野车维修件，这哪里是偷猎集团的仓库？这分明是星落农场的专属升级大礼包。老弟，这意思是这些破烂归咱了？临时归，临时也是归。小伙子，爷就说嘛，这帮人不像偷猎的，像给你送货的。运输大队长，纯运输大队长，兄弟，地方经济全爆了。那我呢？我树上执法也有贡献的啦。合作愉快，以后有仓库记得叫我。他刚才是不是在要报酬？你越来越懂了。唉，我一点也不想懂。水箱坏了，供电断了，冷库还没建，结果杰克这一晚上就把缺的物资全送齐了。这人要不是偷猎头目，高低得给他评个农场物资最佳赞助商。今晚不得任何人类把那个农场主带走。还给我！苏野，别乱开枪！苏野还在车边。小伙子，趴好。这次不用你提醒。兄弟们，上！欠费客户先扣押随身资产。松开，让你抓按到地。今天不给你腿卸了，算大哥牙口不好。左边封死，右边封死，中路被树上单位控住。兄弟别怕，他这波没闪。武器离手，上约束带。糟了，这动静不太对劲。战亚物已收。这帮树上混的比大哥还损啊！离谱离谱，装备全护甲归零，尊严也爆了。小伙子，你这新招的员工业务停业。不是我招的，唐雇的。先控制嫌疑人。靚仔，冇錢就揦東雞底啦，生意規矩，童叟無欺。拦住他！你还跑？裤子都压了，还跑啥呀？他没武器了，还有腿，
这卵子腿挺能倒腾。但他爬上水塔可能会跳，也可能拿水箱当遮挡。靓仔，这个客户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哦。这是战利品，不能退。能不能别展示了？先管杰克，老弟，这帮家伙真欠揍。哟，头子变晾衣架了，这造型退网吧真下头。家人们，谁家反派打到最后连裤腰都保不住啊？第一次觉得猎狗群的嘴碎也不是完全没用。他要跳，踢架右侧踢架，拦截拦截！下来呀，哥哥接你！别怕，咱们主打一个贴心围观，你跳一个试试，家人们给你刷差评。这帮嘴碎的堵门还挺好使。还跑吗？爷给你留了条体面路，你非得爬架子。可恶，抵押物不退了！把那个收起来。不行，凭本事收的。巡逻队从右侧踢上，盾牌先压住他，别给他再摸武器的机会。都别靠太近，谁也不准咬人。官方接手啦！主播下播啦！投男最后的倔强。闭嘴！他凶我们，他说别咬人，懂文明围观。你们3个堵右片落脚点，只堵路，别上嘴。明白，主打精神攻击。放下！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你先下来再聊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这片地不是你能守住的。你先处理一下。先把他铐牢。已经铐了2副了，抓着了，让大哥再咬一口。不行，官方接手。大哥，这是补流程。没有这个流程。行了，能活捉就不错，爷还等着回去吃冷柜里的肉呢。结算结算，本局大胜，敌方头目被控，装备爆满地，农场经济起飞。我宣布，欠费客户已处理，树上服务完美收工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也出力了吧？独门了，阴阳了，还贡献笑声干扰，不给点边角料说不怪吧？你们也想要报仇？先把水塔下面的泥坑踩平，别让巡逻队滑倒。家人们，大攻陷阱，他开始压榨气氛组了。确认了，杰克上尉长期通缉的武装偷猎头目，涉及非法猎杀、走私、武装袭击和非法仓储，人证物证、通讯记录都在。这次他很难再翻身。这次你协助抓捕重大偷猎集团头目，还保全了仓库证据链。奖励能修水箱吗？不止修水箱，星落农场的合作等级也会提高，后续设备、安保、救助项目都会优先审批。那这晚上没白折腾。还有冷柜，冷柜不能忘。另外，他们强烈要求我补充一句，冷柜也不能忘。苏野，还有个更麻烦的任务，只有你这儿能接。苏野，这个任务很麻烦，能不能换个不麻烦的？普通救助中心接不了。先说物种，银背大猩猩。你们管这个叫任务？临时收容任务。那不还是任务？它来自非法斗兽和表演链条，转运途中已经伤了3名工作人员，对人类、铁笼、麻醉枪都有强烈攻击反应。你们觉得我这里像什么？现在很难定义。刚抓完偷脸头目，你们就给我送一只高危大猩猩，你们官方奖励是不是太刺激了？它不能继续放在原转运点，普通龙岩会激怒它，麻醉风险也高。它对任何穿制服拿枪进铁笼的人都会攻击。老弟，听着像个硬茬啊！小伙子，也提醒你一句，大猩猩不是狮子，也不是这帮树上收租的。那玩意儿真急了，手劲不讲理。宾哥说我收租。小苏同志啊，高危收容这个事情不能只看热闹，场地、距离、隔离都要考虑。听见没？我们这儿连老干部都说要考虑，所以不是强制命令，我只是把情况告诉你。那我拒绝。暂时没有合适地方。拒绝的话，会送去哪儿？继续转运，他可能继续伤人，也可能在途中应激死亡。最坏情况会申请无痛处理。接下他，这农场怕是要被这暴躁家伙掀个底朝天。可要是就这么冷眼看着他被送去一针处理，这心里头怎么像被什么硬邦邦的尖东西死死顶住了一样，堵得难受。他为什么一定要来我这儿？因为你这里没有传统笼舍压力，有足够开阔空间，有大型动物压场，有狒狒群观察高点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能让动物在非强制状态下听懂边界。你这话说的像我很专业，兄弟，听起来像隐藏职业转职了。哼，
你刚刚协助抓捕了长期通缉的武装偷猎头目，现在上面确实这么认为。不就来个大块头吗？他要是欺负老弟，大哥照样咬。哼，你先别吹，那玩意儿一巴掌你得飞一会儿。飞就飞，大哥空中也能咬。各位同志啊，不要把收容工作简单理解成打架。我现在感觉你比文件更像正式同志。风险要提前研判嘛。你可以先接临时观察，不签长期收容。24小时内，如果他无法适应，我们再找转移方案。我有什么支持？加固围栏、临时隔离区、兽医小组、远程监控、食物补给和风险补贴。还有冷柜电费，可以写进去。水箱修复也可以。隔离区材料今天到，我让车队一起带来，先用移动围栏和钢索分出环尾区。不能靠近冷柜，也不能靠近幼师。我会写进现场布置。我只接临时观察。我马上确认。丑话说前面，他要是失控，我优先保农场里的动物和人，这是前提。来了来了，大车重型运输，兄弟，这声音不对劲，像搬了个小山过来。先讲清楚，他住进来要不要交租？这新房客排场挺大呀。看锤子看，再看老子拍死你个瓜娃子！谁负责转运？他一直没能稳定下来，路上撞墙3次，差点掀翻固定架。老弟，这新来的脾气挺冲啊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距离还可以再远一点。他多大？成年雄性银背大猩猩，体重超过200公斤。他进食很少，只要听到金属道销就会撞箱。长期被铁链束缚，被迫再参与斗兽。斗兽？救出来时，他手腕、肩背和牙龈都有旧伤。你听见了？他在表达什么？他让我们滚远点儿。他很疼啊。疼是肯定的，麻醉药味他会失控。上次手臂差点断了。这么横？兄弟，这怪不对劲。这个客户不好收租哦。小伙子，别逞能。我没逞能。我先听一听。链子，滚！我拿链子。运输箱里还有固定链，不上固定链运不过来，安全固定用的。他前2次撞箱差点冲开门，不上固定链根本运不过来。先不要动，他会以为又要控制他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判断有道理。受惊动物不能先碰伤口，也不是怕他，也是怕他一出来布满铁链，院子里这些小的遭殃。麻醉枪全部收进车内，运输人员后撤10米。他只有用尽全力，全是用一身血性，防着下场苦难。这里不是斗兽场。老弟，你直接跟他唠上了，别打断，关键对话别打断。两脚兽都这么说。我不拿链子，也不拿麻醉枪。他安静了。从出发到现在，他第一次停这么久。嘘，我不靠近。你个两脚手，听得懂老子说话？发电机、冷柜、水泵和一批线缆先交给星落农场临时使用，武器、麻醉药、铁笼全部封存。临时多久？案件处理期间。那这个案件能不能处理慢点？我开玩笑的。你签收后要负责保管，设备损坏、丢失都要说明原因。发电机1台，冷柜2台，水泵1台，线缆3卷，维修工具裹2箱，全是我原本短时间买不起的东西。这帮人准备挺周全。他们本来是拿来运送动物尸体和活体的，那就更该换个用途。老弟，这玩意儿咬哪儿能启动？哪儿都不能咬，你要是咬坏了，今天所有肉都冷不了。这嗡鸣声比见到金币还踏实。冻肉1层，药品1层，兽医器械单独放，剩下空间留给后续采购。这层给动物急救用，别和肉混放。明白，药归药，饭归饭。
心里那口憋了好几天的气终于顺下来一点。狮群嘴被养刁以后，食物压力一直压着我，现在至少不用每天担心肉坏在热浪里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水利设施恢复速度还是可以的。小伙子，这冻肉吧，少点烟火气。肉这东西讲究一个现吃现弄。您不是嫌弃吗？爷是替你把把关，万一坏了呢？刚通电不到半小时，那也得谨慎。兄弟，这柜子能刷新肉吗？是不是高级野区宝箱？冷却时间多久？它不刷新，它只保鲜。那我守着，万一刷呢？你再咬，我把你和锁一起送去登记。大哥就看看质量，万一这锁不抗咬，偷播者来了咋整？偷猎者来了，先咬偷猎者也行。苏野，你这里已经不能按普通保护区理解了。早就不是了，至少现在像个能活下去的地方。这座农场像刚打完一场硬仗，破是破了点儿，但终于能喘口气。杰克抓到了没有？巡逻队在峡谷外围发现锆脚印，但热量、碎石和灌木把痕迹冲乱了。他很熟那片地形。仓库都端了，他还能去哪儿？黑岩峡谷不止一条路，而且他现在知道动物不好抓。这句话不用说满，我也听懂了。杰克已经见识过狮群、大象、平头革、猎豹和神吠群，再硬抓动物，等于继续往坑里跳。如果他还想翻盘，只剩一个更直接的目标——苏野本人。主屋、仓库、冷柜区重新布防，不要指定动物活动路线。你今晚尽量别单独行动。单独不了，大哥跟着呢。新情报，树上单位投币了。靓仔，有人绕你屋后面了。没缴费，鬼鬼祟祟，肯定不是好客户。主屋后面，应该是从北侧绕过来的。2个人跟我去后窗，其他人封入院门。脚印有，新鲜的，避开狮群，避开水源，还绕开了喷熟区。兄弟，他会走视野防区。老弟，这次让大哥先上。这孙子还惦记你呢。不是偷设备，也不是抢肉，这个位置能直接摸进主屋。他想避开动物防线。他不是来偷东西的，他是冲你来的。像是有人试过一次，又临时退了回去。别动！谁动，他死！果然，你能控制他们。你要不先把枪拿远点，这东西走火了，大家都不好交代。少废话，矿石在哪儿？地图在哪儿？你怎么让这些动物听话？矿石没有，地图登记了。动物听话主要靠员工福利。什么？管饭、管水、管冷柜。狮子有冻肉，大象有喷笼，猎豹有情报提成，平头哥有安保岗位。你也看见了，团队管理讲究正向激励。老弟，这时候你还开会呢？别紧张，他夸你枪拿得稳。你当我是傻子？不敢，你现在有人质优势，我挺害怕的。苏野，别刺激他。我已经很配合了。让他们退后。退。方法，告诉我方法。说了，员工福利，你不信也没办法。你总不能让我现场给你开入职会。这个距离，平头哥快不过枪管，必须让他走到树下。树上有动静，狒狒到位了，撤离路线头顶全是爪子。靓仔别慌，树上服务就位，等下给他套餐。往车那边走。杰克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开他还来得及谈。退后，让开，叫那些动物趴下。都别动。上车。那是缴来的车，钥匙在上面，他在等。你确定要开这辆？轮胎刚被平头猴咬过。闭嘴！友情提醒。闭嘴！这就是他的误判。真正能靠近他的，是头顶那群刚收了糖的家伙。进去！还给我！苏野，别乱开枪！苏野还在车边。小伙子，趴好。
这次不用你提醒。兄弟们，上！欠费客户先扣押随身资产。松开，让你抓按倒地。今天不给你腿卸了，算大哥哑口不好。左边封死，右边封死，中路被树上单位控住。兄弟别怕，他这波没闪。武器离手，上约束带。糟了，这动静不太对劲。战亚物已收。这帮树上混的比大哥还损啊！离谱离谱，装备全护甲归零，尊严也爆了。小伙子，你这新招的员工业务停业。不是我招的，唐雇的。先控制嫌疑人。靚仔，冇錢就揦東雞底啦，生意規矩，童叟無欺。拦住他！你还跑？裤子都压了，还跑啥呀？他没有气了，还有腿，这蒜子腿挺能倒腾。但他爬上水塔可能会跳，也可能拿水箱当遮挡。靓仔，这个客户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哦。这是战利品，不能退。能不能别展示了？先管杰克，老弟，这帮家伙真欠揍。哟，头子变亮衣甲了，这造型退网吧真下头。家人们，谁家反派打到最后连裤腰都保不住啊？第一次觉得猎狗群的嘴碎也不是完全没用。他要跳，提架右侧提架，拦截拦截，下来啊，哥哥接你。别怕，咱们主打一个贴心围观，你跳一个试试，家人们给你刷差评。这帮嘴碎的堵门还挺好使。还跑吗？也给你留了条体面路，你非得爬架子。客户，抵押物不退了，把那个收起来。不行，凭本事收的。巡逻队从右侧踢上，盾牌先压住他，别给他再摸武器的机会。都别靠太近，谁也不准咬人。官方接手啦！主播下播，下头男最后的倔强。闭嘴！他凶我们，他说别咬人，懂，文明围观。你们三个堵右偏落脚点，只堵路，别上嘴。明白，主打精神攻击。放下！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你先下来再聊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这片地不是你能守住的。你先处理一下。先把他铐牢。已经铐了2副了，抓着了，让大哥再咬一口。不行，官方接手。大哥，这是补流程。没有这个流程。行了，能活捉就不错，爷还等着回去吃冷柜里的肉呢。结算结算，本局大胜，敌方头目被控，装备爆满地，农场经济起飞。我宣布，欠费客户已处理，树上服务完美收工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也出力了吧？独门了，阴阳了，还贡献笑声干扰，不给点边角料说不怪吧？你们也想要报仇？先把水塔下面的泥坑踩平，别让巡逻队滑倒。家人们，大攻陷阱，他开始压榨气氛组了。确认了，杰克上尉长期通缉的武装偷猎头目，涉及非法猎杀、走私、武装袭击和非法仓储，人证物证、通讯记录都在。这次他很难再翻身。这次你协助抓捕重大偷猎集团头目，还保全了仓库证据链。奖励能修水箱吗？不止修水箱，星落农场的合作等级也会提高，后续设备、安保、救助项目都会优先审批。那这晚上没白折腾。还有冷柜，冷柜不能忘。另外，他们强烈要求我补充一句，冷柜也不能忘。苏野，还有个更麻烦的任务，只有你这儿能接。苏野，这个任务很麻烦，能不能换个不麻烦的？普通救助中心接不了。先说物种，银背大猩猩。你们管这个叫任务？临时收容任务。那不还是任务？它来自非法斗兽和表演链条，转运途中已经伤了3名工作人员，对人类、铁笼、麻醉枪都有强烈攻击反应。你们觉得我这里像什么？
现在很难定义。刚抓完偷脸头目，你们就给我送一只高危大猩猩，你们官方奖励是不是太刺激了？他不能继续放在原转运点，普通龙岩会激怒他，麻醉风险也高。他对任何穿制服拿枪进铁笼的人都会攻击。老弟，听着像个硬茬啊！小伙子，也提醒你一句，大猩猩不是狮子，也不是这帮树上收租的。那玩意儿真急了，手劲儿不讲理，并个说我收租。小苏同志啊，高危收容这个事情不能只看热闹，场地、距离、隔离都要考虑。听见没？我们这儿连老干部都说要考虑，所以不是强制命令，我只是把情况告诉你。那我拒绝。暂时没有合适地方。拒绝的话，会送去哪儿？继续转运，他可能继续伤人，也可能在途中应激死亡。最坏情况会申请无痛处理。接下他，这农场怕是要被这暴躁家伙掀个底朝天。可要是就这么冷眼看着他被送去一针处理，这心里头怎么像被什么硬邦邦的尖东西死死顶住了一样，堵得难受。他为什么一定要来我这儿？因为你这里没有传统笼舍压力，有足够开阔空间，有大型动物压场，有狒狒群观察高点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能让动物在非强制状态下听懂边界。你这话说的像我很专业，兄弟，听起来像隐藏职业转职了。哼！你刚刚协助抓捕了长期通缉的武装偷猎头目，现在上面确实这么认为。不就来个大块头吗？他要是欺负老弟，大哥照样咬。哼，你先别吹，那玩意儿一巴掌你得飞一会儿。飞就飞，大哥空中也能咬。各位同志啊，不要把收容工作简单理解成打架。我现在感觉你比文件更像正式同志。风险要提前研判嘛。你可以先接临时观察，不签长期收容。24小时内，如果他无法适应，我们再找转移方案。我有什么支持？加固围栏、临时隔离区、兽医小组、远程监控、食物补给和风险补贴。还有冷柜电费，可以写进去。水箱修复也可以。隔离区材料今天到，我让车队一起带来，先用移动围栏和钢索分出环尾区，不能靠近冷柜，也不能靠近幼师。我会写进现场布置。我只接临时观察。我马上确认。丑话说前面，他要是失控，我优先保农场里的动物和人，这是前提。来了来了，大车重型运输，兄弟，这声音不对劲，像搬了个小山过来。先讲清楚，他住进来要不要交租？这新房客排场挺大呀。砍锤子砍，再砍老子拍死你个瓜娃子！谁负责转运？他一直没能稳定下来，路上撞枪3次，差点掀翻固定架。老弟，这新来的脾气挺冲啊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距离还可以再远一点。他多大？成年雄性银背大猩猩，体重超过200公斤。他进食很少，只要听到金属道销就会撞箱。长期被铁链束缚，被迫在参与斗兽。斗兽？救出来时，他手腕、肩背和牙龈都有旧伤。你听见了？他在表达什么？他让我们滚远点儿，他很疼啊。疼是肯定的，麻醉药味他会失控。上次手臂差点断了。这么横？兄弟，这怪不对劲。这个客户不好收租哦。小伙子，别逞能。我没逞能。我先听一听。链子，滚！我拿链子。运输箱里还有固定链，不上固定链运不过来，安全固定用的。他前2次撞箱差点冲开门，不上固定链根本运不过来。先不要动，他会以为又要控制他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判断有道理。受惊动物不能先碰伤口，也不是怕他，也是怕他一出来布满铁链，院子里这些小的遭殃。麻醉枪全部收进车内，运输人员后撤10米。他只有用尽全力，全是用一身血性，防着下场苦难。这里不是斗兽场。老弟，你直接跟他唠上了，别打断，关键对话别打断。两脚兽都这么说。我不拿链子，也不拿麻醉枪。他安静了。从出发到现在，他第一次停这么久。嘘，
我不靠近。你个两脚兽，听得懂老子说话？你瞅啥？没见过道上大哥跟人干仗啊？眼力劲儿呢？赶紧的，扶老子一把，上药！谁在说话？幻听，绝对是幻听。跨国飞机坐太久，时差没倒过来，精神压力太大，出现幻听很正常。对，很正常。不是你磨叽啥呢，老弟？是你大半夜把大哥吵醒的？大老爷们倒是吱个声啊，搁那相面呢。你在跟我说话？废话，这嘎达除了你个两脚兽还有别人啊？赶紧的，别瞅了。算了，疯就疯了吧。不管的话，这火祖宗绝对活不过今晚。在门外老实待着，别乱动。磨叽半天，大哥还当你丫尿遁了呢。我要给你清创，可能有点疼，你嘴下留情，别咬我。麻溜利碎的，大哥混江湖的能怕疼？黑曼巴，那老六不讲武德，藏在树根子底下玩偷袭，正面刚，他能是大哥对手？临死还给大哥来了一暗器。黑曼巴疼了，手艺挺地道啊，老弟。看啥？那啥，你这有肉没？先整点，饿死大哥了。老弟，不是大哥说你，你这伙食标准挺让人上火呀。这玩意儿里头全是面粉，肉星子都瞧不见几颗。大哥混江湖这么些年，吃饭高低得讲究个荤素搭配。行了，大哥，在这鸟不拉屎的非洲荒原，能有带肉味的淀粉肠就不错了。爱吃不吃，完犊子玩意儿，凑合吧，总比搁外面啃草根子强。魔幻，太魔幻了。一只在动物世界里能跟狮子硬刚，把花豹气哭的草原大流氓，此刻正蹲在我的锅台条上，一边吧唧着淀粉肠，一边嫌弃食品质量。哎呀，老弟，你那玩意儿的味儿闻着挺窜啊，指定是个硬菜。来，给大哥整两口尝尝鲜儿。你吃不了，这是老坛酸菜，素的。哼，素的咋了？看不起谁呢？大哥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？这玩意儿有酸辣包，你那右口吃了未封坑，到时还得我给你包扎。我说老弟，你这大本营真够呛啊！耗子进来都得抹着眼泪出去。刚接手还没收拾，外面那围栏跟纸糊的似的，根本拦不住道上的兄弟。我知道，那屋顶还开天窗呢，下雨高低得漏。我看见了，满屋子都是灰，真不讲究。大哥，我今天第一天来，总得给我点时间发育吧。我说大哥，你刚中完黑曼巴的毒，扭头就能旋进去2根火腿肠，你这胃是铁打的？少见多怪。那老六的毒确实挺窜，要是换个别的脆皮，现在连头七都过完了。但搁大哥这儿根本不值一提。当年大哥在南边混的时候，生吞眼镜蛇跟吃辣条似的。今儿也就是太晚了，这才找你这儿当个避风的码头，睡一觉缓缓神儿。咋的？没见过大哥吃小零食啊？这玩意儿剧毒，怕个屁！大哥身上自带杀毒软件，百毒不侵。今儿晚上大哥就在这儿扎营了，替你守个夜，省得林子里的杂碎摸进来动你。行，随你吧。这小东西嘴碎归嘴碎，但混江湖的确实讲义气。这破光源晚上指不定多危险，有这个连黑曼巴都嫌命长的战神在门口坐镇，安全感确实直接拉满。我真的能听懂动物说话，这波是真开了。你个两脚兽，听得懂老子说话？听得懂。放屁！两脚兽都只会拿链子、拿针、拿电，你也一样。你刚才说链子、针、电，没人提前告诉我，我手上没有链子，也没有针。都让他们拿吧！收起来。莫碰链子，老子弄死你们！后撤！都别碰链子！有水果吗？有香蕉、苹果，还有熟南瓜。拿熟南瓜和清水来。里面那位，我不开门，也不碰链子。这里有南瓜和水，你要吃就吃，不吃我拿走。没人抢你的。手腕创伤比救援记录里的还要严重，辛巴叠着旧疤，是被同一个位置反复摩擦导致的。我看好，不碰你。你手腕里是不是卡着东西？本大爷说了默哀。好，不碰。可能是断裂的金属环，或者是以前旧固定器留下的残片。如果是物卡在皮下，导致长期发炎，难怪他一直这么疼，这么狂暴。原救援记录里没有提到这一项，所以他不是不讲理。苏野，
接下来的安抚工作全权由你来主导。先不要综合常规检查，不要拿固定工具，所有人不要靠近镜头胃口。等他吃完，水放那别动。那里头有东西，疼得老子想侧天。如果里面真有残片，拖久了会感染。可他不接受固定，也不接受麻醉，强行上去风险太高。哪个敢帮老子？再拿绳子过来，老子把你们的铁夹子拆成筷子！他现在还能让你靠近吗？能不能靠近，得看他饿不饿。哼，老子不吃你们两脚兽的东西。老弟，这玩意儿给他吃，大哥申请工伤补贴。商号待遇讲究，就是这味儿飘过来也有点受罪。高危单位开小灶了，我方人表示强烈抗议。都闭嘴，谁吵谁没晚饭。拉开，甜丝丝的，红娃儿嘞。你不吃也行，先回答我。闻，里面疼是一整圈疼，还是有一点特别扎？有个尖东西。动手腕时会不会往里刮？刮得老子想把链子手剁了。那地方发热吗？皮下面是不是一跳一跳的疼？热，像有坨火塞在里头一样，烧得慌。有局部发热和搏动性跳痛，不是单纯的旧伤磨损，那就是异物残留导致的严重化脓性感染。8、9不离十。有没有不用绑它就能看的设备？有便携成像仪，但要靠近手腕，至少停住10秒。不准碰老子！没人碰你，你自己把手腕放出来，让设备隔空照一下，完事立刻撤走。你当本大爷瓜子？配合照10秒钟，额外再加1大碗。完了，这大个子指定让糖给拿捏的死死的了，太跌份儿了！你个小短腿说哪个？那啥，大哥说空气呢，没说你。你俩先别掐，小伙子，赶紧办正事儿，爷这肉还没消化完呢。看我，张嘴。你喂猴呢？你不吃，那我就喂平头哥了。哎呀妈呀，大哥可以，高低整2口。别动，第2口。里面真的卡了东西。这是断裂的铁环，边缘已经严重生锈腐蚀，周围的皮肉组织已经大面积坏死化脓了。看完了没有？看完了，里面的东西生锈了，现在必须取出来。你说啥子？不取出来，这里会一直烂下去，再拖几天，你会发烧，整条手臂就废了。你以后还怎么爬树，怎么称王？你们又要动刀又要拿针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是不用锁链，不绑你，也不给你打针。你自己把手放在这里，疼了你随时可以骂我，想收回去你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们立刻停手。林站长，这简直是胡闹！切仓过程中一旦产生剧痛，他随时可能暴起挣扎，到时候手术刀会直接割断他自己的动脉，甚至会伤到苏野。如果你信不过他们，那就看着我，我陪着你。本大爷要是发狂，你真的不躲？只要你不一巴掌拍死我，我就绝不躲。搞快点！轻点嘛！你手是铁钳子做，痛死本大爷了！他骂归骂，但手一下都没收，继续，动作要快！我操，这玩意儿真长在肉里头啊，瞅着都疼。难怪这大个脾气这么冲，搁谁骨肉里插这么根钉子，谁不急眼啊？搞快点，本大爷忍到起的。这种东西留在里面，它每动一下都在刮肉。还有2个小碎片，搞快点，老子忍住。好了，好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一般。一般还把碗舔这么干净？再来一碗。老弟，这高低有点过分了啊！大哥我也疼啊，大哥这心拔凉拔凉的，大哥也心疼啊。得，商号开始挑食了，小伙儿，咱这农场伙食标准估摸着又要往上涨喽。行，给你记在账上。有铁锈味，抓本大爷的那帮人来了。你闻到什么？铁、旧皮带、臭药水，还有那帮杂碎身上的味儿。他们离这儿多远？不远。靚仔出事啦！北邊樹上釘咗呢個東計，仲有3重腳印，鬼鬼祟祟，連買路錢都不交，壞規矩啊！這是獨居麻醉飛彈，侯冷是買隱蔽的人，真正出錢的人還沒露面。哪個是資產？老子是給他們賺錢的鐵鍋兒嗎？看我，他們來了！這次老子要把他們的骨頭一根一根掰斷！他聞到人了，情緒不對。蘇野，不能讓他出去。你剛取完金屬片，手腕還在流血。流血算個錘子！
你晓不晓得？他们把老子关在铁笼里，让老子打，让老子赢，赢了不给吃，输了用电戳。现在他们还敢来？谁呀？大哥先去咬他脚脖子。小伙子，这事儿不对，敢摸到院子边上是奔着东西来的。北侧3人，可能4人，脚印不深，带软底鞋，想偷后排。路线：从费帕林宾允切温绕开水塔，贴着坏水箱走，目标是隔离区后门，绝对是冲大个来的。我啲伙计獻景個黑袋子，長條形，裏面可能有網槍。靚仔，呢單生意風險高，要加頭。北侧樹上盯住，先砸樹枝，把位置給我打出來。明白，先報價，後開片。平頭哥，你跟獵豹走外圈，只咬裝備，不咬人。這幫玩意兒都上門了，還不咬人？咬了人就歸別人管，咬裝備，事情還在咱們手裡。行，大哥給你這個面子。調2人守隔離區，其他人跟我去北側。你們別散太開，你想怎麼做？他們繞壞水箱走，說明知道臨時圍欄，準備帶你走。來，讓他們來。你想報仇可以，但不能現在衝出去。蘇爺，你攔老子！我是在攔他們把你重新變成怪物。你剛才忍着疼讓人取刀片，不是為了送把柄。他們該死，該抓。你要是把人拍死，賬就斷了。對，只要抓活的，能順着查鬥獸場買家運輸線。你不是他們的資產，你是證據，也是受害者。左側，壞水箱後面有人蹲下了。手電照壞水箱後面，站住！就是那個！別看飛鏢，看我！老子認得！欄杆撐不住了，銀北，停下！閉嘴！獵豹爆點，大哥去拆他們家伙，他們退了，不對，他們在引他，這波是勾引開團，該死，他們想讓他失控傷人，銀北回來！完了，暴君出籠了！左，別踩那個坑，裡面全是製爛水。人呢？大哥今天非得拆2把麻醉槍。前面黑岩峽谷外側废營地，大哥已經進去了。這裡不是傑克倉庫那邊。銀北，救我！救我！這東西瘋了！哪個是資產？老子看你是想死！別過來！我不過去。你也要攔老子？對，我就是來攔你的。老弟，這幫玩意兒真帶家伙了。平頭哥，拆裝備，別碰人。行，先斷他們狗腿子。 3個人，一個被大個抓了，2個往石頭後面躲，右側。右側石堆後面還有2個，封住。蘇爺，他手腕又出血了。哨子和針是你帶的？我就是拿錢辦事，我沒碰過你。哪裡曉得哨子怎麼吹？因為，看我。你閉嘴，他該死。他可能該坐牢，但不能死在你手裡。憑啥子？他們把老子關起來的時候有人管嗎？他們拿電戳老子的時候有人說不能嗎？站住！你還認得這個嗎？ 他已經出來了，疼你的東西已經出來了。哪有這樣？你現在抓着的這個人，不是那塊陶片。他就是。他不是，他是線索，是能把後面那群人挖出來的活口。對，只要他活着，我們能查鬥獸場買家運輸線。不錯，我知道們，我知道地下的門。閉嘴！你殺了他，別人會說你危險，只能重新關回籠子裡。老子不回籠子。 那就別替他們證明你只配待在籠子裡。老子一閉眼就是那個地方。我知道。你曉得個屁！我確實不知道你被關了多久，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手段，但我知道這個鐵片在你的肉裡待了很久。現在他出來了，疼的是過去，不是現在。把人交出。對他們能有用？有用。我向你保證，他會進審訊室，絕對不會回到那條鏈子裡，你也不會再回去。你回農場，我給你換藥，再給你煮香蕉。2萬，1碗半。 小伙子，別摳門了，也作證，2碗不算多。大哥也作證，給他2碗，順便給大哥半碗。行，2碗。再吹哨，老子把你塞石頭縫裡。控制他。靚仔，齋立明，獎品藥瓶，仲有幾張撼不動嘅破紙。這裡有轉運名單。別打了，我說山谷下面還有一道門，裡面還關過其他大東西。封鎖這裡。 2人看押嫌疑人，2人守外圈，任何人不准靠近峽谷邊。老弟，這孫子剛才說還有門。什麼門？ 峽谷下面岩壁後面有一道舊門，我沒進去過，真沒進去過。誰讓你們來這裡的？買家的人，我們只負責把那隻銀被引出來，拍下他傷人的畫面，然後證明他危險，要求重新轉運路上帶走。所以這片營地是中轉點，所有袋子、藥瓶、名單都封存，這裡可能還有遺留物，先別亂動。手，你又想幹啥？你剛才把傷口震開了。小事，小事就別抖。 哼，老子沒抖。這大個剛才還要拆牆，現在乖得像等飯。你再說一遍。大哥說今晚風挺大。這地兒味兒不對，早些年沒少折騰活物。有新舊2批痕跡，舊的是長期中轉，
新的应该是这几天留下的。各位伙計開工啦！有梁晶晶先交老闆現貨，市場要溝糖。靚仔，呢單要加價，又臭又潮，工作環境好差啊！別直接展開，可能很脆。探險家留下的遺留設施，這裡或者更早。黑岩峽谷地下水道舊石門全連上，開圖了，開圖了！隱藏副本入口刷新。你所見面，這波我熟，我怎麼撈不着？合理，打野不能白給。裡面可能還有危險，必須等增援和照明設備。不能等太久，下面有水聲，我們以前聽見過，有時候還會有叫聲。活物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他們不讓我們靠近，只說裡面以前關過東西，後來門塌了，就沒人下去。潮，裡面有水，有活物味嗎？苔絲味軟，但有舊籠子的臭味。裡面有舊籠子的味道，必須確認。確認可以，但不能貿然進入。不進去，先找到門，看有沒有通風口縫隙。聲音。走門我們專業，收債第一步，找到客戶住址。左邊沒有，右邊全是碎石，中間有風，不對，是濕氣。這裡有人工切割痕跡，就是這兒。太重了，得用車拖。不行，他剛處理完傷。這點石頭老子還搬得動。你用沒受傷的手，別硬扯。囉嗦。這大個要是來農場搬貨，能頂3輛車。3輛？你瞧不起誰呢？我操！力量型英雄開始推圖了。地下暗河。哇，好大陣仗！靚仔，借問裡面有小生意啊？謝了。老子只是想看看裡面還關過啥。行，算你順手。如果這條水道能接到農場，壞水箱根本不是問題。長期水網、冷風區、泥池、種植區，甚至整個保護區的供水都可能重新規劃。不能繼續開，下面水壓很大。全部後退，離岩壁遠一點。啥意思？這水還能揍人？兄弟，這門要爆，這門真要爆！我聽見裡面在續大招。如果整面石門被衝開，水會先衝廢營地，再順着低處灌向農場方向。黑岩峽谷外側的土溝還沒清理，壞水箱那邊的臨時更擋不住。如果水直接衝出來，峽谷煙坡可能塌。舊水道在土上在左側，但入可能被碎石埋了。獵豹，找左側低的溝。收到，偵查未上線。還能搬石頭嗎？別叫老子搬小石頭，那就搬大的。這個可以。他們怎麼整來了？水聲太大，把你也吵來。小蘇同志啊，地下水壓太急，不能硬開。您來得正好，硬開呢就是災害，倒出去呢就是資源。左邊能倒，小蘇同志啊，左低右高，舊溝還在，先擋正面，再開側口。林威，記錄，巡邏隊別靠石門，所有人往左側清溝。這不是普通行為記錄，這是足以讓所有專家失眠的現場證據。找到舊溝，被樹根和碎石堵了，位置對，坡度也對。兄弟，水能往後山跑。獵豹繼續傳訊，盯舊溝盡頭，平頭和輕雜物，咬得動的全拖開。狒狒王帶樹上那群，把藤蔓和枯枝扔到右側，別堵溝。大哥終於進工程隊了，取口雜物交給我，誰卡咬誰。傳令兵上線，左溝清理，右側別堵，水流進野區。銀背搬大石，先給正面做擋水牆，象群壓左側，幫我把水往舊溝裡趕。開工開工，臨時階級單，唐家班輩啊！幹完再談。聽到冇有？老闆話說，幹完再賴賬，都醒目點。他手腕還沒好，他用的是另一隻手。哼，老子沒那麼掛。小蘇同志啊，第一道牆不要堵死，要留口子，水要有路走，不能憋。當正面留左扣。再來！卡住了，這玩意兒還挺橫。咬斷，不用整根拖。大哥宣布取口拿下，通了，水往後山跑了，速度很快，但沒漫出來。舊溝通了，水再往後山走。後山水池能接嗎？能接，但得先穩住流量。小蘇同志啊，先小流後擴渠，今天先讓他認路，明天再談建設。聽您的。你還真聽他的。水利這塊他比我專業，那老子算啥？你算大型搬運工。別吵了，今兒這活幹完，農場洗澡水都能升級。洗澡水升級，靚仔，樹上員工有沒有福利？先把藤蔓清完。收到，老闆又話餅。水箱可以慢慢修了。工程餐。2碗，先1碗，剩下回去。進池了，水進水後山水池了！我操，兄弟，咱們全升級了！等下，水下有東西，兄弟，我建議先撤到高地。啥玩意兒？大哥下去看看。你先別給水塘加難度。只是暗河衝開舊沉水洞，把裡面積很久的氣頂出來了，暫時沒有活物上浮。撤，回農場。老子不稀罕。不稀罕就放着。你不稀罕你扒拉啥？大哥都沒手呢。
老子帮你们搬石头，这是工钱。行，工程餐。那我呢？我来回传讯，跑到4条腿都快冒烟了。你的。老板大气，这一波结算及时，打野继续续约。苏野，新来的，吃饭可以，睡觉可以，别在农场发疯。你个黄毛大毛管得宽。嘿，别着暴脾气。咋想练练？谁打翻谁今晚没饭。这招好使，断粮比麻醉枪吓人。你也是。大哥一向守纪律，检查新战斗力。大国是安保主任，流程必须走。我来检查，远程检查也算。安保主任开启云寻龙，版本领先。都别贫了。小苏同志啊，新同志入住要有章程，康复期同志啊更要讲纪律。你说哪个？银北城啊，说的就是你。发火之前先找小苏同志。老子又不是娃儿。银北同志啊，不是娃儿也要遵守纪律。听见没？组织上给你定性了，康复期同志。黄毛大毛，你闭嘴！行了，规矩我来定。你什么时候画的？你测水池的时候，银贝暂时住这里。这里放软垫和木桩，你想砸东西可以砸树桩，尤其别砸冷柜，冷柜属于农场战略资产。不管箱子，不绑，不给针。不管箱子，不绑，你不伤人就不给。树桩要粗点儿。行。睡了，高危目标进入休眠状态，别开团。嘴硬归嘴硬，碗倒是攥得挺紧。苏野，上面想把星落列为高危动物康复试点。试点是什么意思？专项经费？对，正式备案，专项经费，兽医资源。但试点不是单纯给钱，以后问题动物优先送到这里。什么？还来？兄弟，这野犬刷新频率是不是太高了？来就来，大哥主任不能白干。经费能不能换软垫？昨儿那树根硌得也油疼。他们在讨论编制。他们又怎么了？镇场保安要软垫，安保主任要肉津贴，侦察兵要补借。试点建设不能只看眼前热闹。水渠、道路、隔离带要长期规划，至少要分出普通活动区、高危康复区、医疗隔离区，全都要钱啊！又要画笼子，那树桩要多放几个？还有树桩，大哥有啥？你有冷柜门口巡逻权，这个权听着硬，说白了就是看门。给我画高速路，要沿途投喂。没有补接的巡逻是没有灵魂的跑图。靚仔，循心攝2條龍，一箱棉花糖先付款。你这是合同？1箱不可能，半箱有效才结算。靚仔，你砍價好狠，成交，靚正正另外算。试点一旦定下来，上面会给资源，也会给责任。试点可以，但我有条件：围栏补齐，冷库扩建，医疗室常驻兽医全都得配齐。这些都可以写进临时意向书。不是画饼，这次不是。我根本不是什么农场主，我就是个被这群祖宗全员催预算的倒霉负责人。老弟，这玩意儿要是上岸，大哥先给他来一下狠的。你先别给我送。兄弟，这不是水下副本，这是水下大哥！先封封图，快封图！小苏同志啊，不明水域，先控范围，不要靠近，不要刺激。所有动物推到树线后，今晚谁都不准碰水。我通知巡逻队，水池临时封锁。先封。老弟，这回送啥？肉冷柜，还是给大哥配的专属办公桌？你一个安保主任要办公桌干什么？摆屁头啊！没桌子，大哥开会往哪儿拍爪子？小伙子，先问问有没有垫子，桌子不桌子的也不关心，要关心。物资到了，兄弟快开箱！新装备刷新，先看有没有侦察兵专用补给。这是什么？临时排扁，正式流程还要批，但你这里已经进入试点运行。临时的，也就是说我从破产农场主升级成临时背锅单位负责人了？也可以理解为官方合作单位。听着贵一点。第一批物资下午前到齐，加固围栏、移动监控、夜间照明、医疗柜、冷藏箱、隔离栏，还有水池警戒材料，全给报销。那这牌匾可真是个宝贝。这个牌匾挂正点，上面咋没写大哥名字？安保主任不配署名。你先把偷冷柜肉的案底清了。靓仔，挂牌好啊，生意兴隆。你这个试点有没有外包名额？巡林、找货、看路，我这边团队成熟，价格公道。先把你手下从车顶上叫下来。喂，做生意要讲形象，先不要拆客户的车。这回结实，小伙子也认可你这个采购眼光。大哥先验货。你那点体重，验个垫脚石还差不多。让我试试弹性，侦察兵需要快速上下线。都下来，冷风区轮换，钢架床也轮换。老狮王下午，平头猴傍晚，猎豹最多10分钟。凭啥我10分钟？因为你躺不到3分钟就会起来跑，
无法反驳。那大哥凭啥排傍晚？你白天要巡冷柜，有道理，岗位优先，大哥懂。规矩这东西，爷还是支持的。不容易，这次这床总算是保住了。小苏同志啊，牌子挂起来了，规矩要跟上。水源是好事，水底下的情况也要纳入管理。老族主说水池不能放松，他这个判断很对。暗河连通区域复杂，可能接外部湿地，也可能接旧水洞。未经记录的野生动物顺水进来，并不奇怪。老弟，晚上要不要大哥守水池？你不是说水里有啥都能干？大哥可以干，但得讲战术，比如先派一个不怕水的。别看我是陆地高速单位，下水等于掉线。爷负责岸上威慑，水里那块别找爷。行，今晚我巡。你一个人？我不下水，只看监控和岸线，有动静就退。我让巡逻队在外围待命。看啥子看？老子不不可就坐着，先让手在远处待着，深水可能会刺激你。那底下黑黢黢的，看起烦。铁链、笼子、麻醉针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深水，这大块头受的罪真不少。烦就离远点儿，这里没人逼你下水。几个月前这里还只有一口铁锅、一间破屋和一堆债，现在居然拉起了这么大一帮子。不过至少不是越混越破产。水池监控暂时正常，你别靠太近。知道，我只看一眼。您好，夜间水域暂停接待，擅自靠近者，本池概不负责打捞。本池概不负责打捞。这玩意儿说话怎么像半夜值班客服？苏野，水面怎么了？先别开强光。你听见什么了？听见他在划规矩，所有人离水边远点儿。所有人关探照灯，开低亮度测光。老弟，他搁水里装啥呢？大哥上去试试深浅。给我站住！大哥就看一眼。你看一眼，他捞你一下，你俩一个照面，今晚就得开追悼会。那啥，大哥不是怕，大哥是尊重水域管理。兄弟，水池不能进，对面泉水高地开了，这波谁越线谁白给，别送，千万别送。你推得挺快，侦察兵要保命才能爆点，我这是战略位置，不是怂。小伙子，水里那位不像来闯门的。知道。爷建议今晚谁也别下去，讲礼貌。我同意。他在绕岸，苏野，你能判断他是不是准备攻击吗？暂时不是，还好没直接冲上来。您好，夜间水域暂停接待，擅自靠近者，本池概不负责打捞。水里那个不好惹，你待着，别过来。哼，老子又不傻，黑水里头的东西，谁晓得爪子伸哪儿来？你俩咋都这么看不起大哥？水里咋了？水里就不能讲社会规矩啦？水里讲不讲社会规矩不知道，但他刚才已经讲了物业规矩。对，别抢人家地盘，他现在不是野怪，他像地图管理员，谁乱进谁封号。有，银贝也有反应，但他没失控。所有高危动物保持原位，不做靠近测试。老弟，你别也送啊！我不下水，我问一句。兄弟，开麦前想好措辞，对面像是高短位客服，投诉你都不用提高音量的。水里那位，你是这里的水域值班管理员，这还能问岗位？小伙子这嘴胆儿挺大。当前称呼不准确，那怎么称呼？本区域归属异常，入口状态异常，住户信息异常，已有访客越过安全线，请自行离开。后退3米，所有人离岸边远一点。你也退。谁说我要下去？我看看这泥硬不硬，安全检查懂不懂？兄弟，对面泉水高地开门了，这东西眼睛一亮，我都感觉自己血条少一截。你退那么远还挺专业。远程爆点也是核心岗位。苏野，这不是普通鳄鱼，从头部宽度、背鳞间距和体型看，极有可能是一头巨型尼罗鳄，而且体型异常。狮子上岸还能弹，银背发疯还能压，可水里这玩意儿要是发疯，岸上根本没人能抵挡。当前人员移动方向正确。他不是在追人，他只对越线有反应。他刚才人退水就稳，人进水就起泡，他是在警告。小苏啊，这种水边界光靠嘴说不稳妥，先用浮标划一圈，岸上留人路，水里留他路，谁也别踩谁的线。林威，有临时浮标吗？车上有警示浮球和反光绳，我让人去取。划线可以，安保部必须有巡查权。水上巡查还是水下巡查？岸边巡查也很重要。你刚才不是要检查泥吗？继续啊，岸泥专家。你有本事别贴着树说话，我这是占据视野点。兄弟，这哪是投诉流程，这是现场执行。无效障碍物已清理。行，明白。这里现在归星落临时风控，你不伤人，我们也不靠近水线。浮标划出来之前，所有人都退到竖线后。临时方案已收到。浮标拉双层，第一层给人，第二层给动物。引水点暂时全部停用，明早重新划。我记录，立刻执行。这位水里的同志纪律性倒是很强，哼，就是长得太不讲理。怕什么？上岸归我管，他不上岸就算了。今晚就这样，我们不进水，你也别上岸。当前协议可试一行。你还挺讲流程。
请勿私自拆取物业编号。住水里还挂广牌，讲究啊！安保部建议这牌子收上来登记，我就说建议，没说执行。兄弟，他这一炮给的好准，水域防御塔自动锁定。我们只是确认编号，不抢你的东西。编号归属待核验。那就核验。这不是野外标记，是什么？格式太旧了，像早年救助项目的个体编号，比如爬行动物救助、临时转运、人工隔离观察这类档案。普通野生鳄鱼绝不可能带着编号牌出现在暗河连通的水池里，还对边界如此敏感。当前编号记录残缺。你记得这块牌？旧手续未完成。旧手续，转运，失踪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怎么了？查到了，档案不完整，但能确定一件事，它不是正常野外个体，它曾经被人类登记转运过，然后失踪。后山这口水池，不是闯进来一头猛兽，而是暗河把一桩旧账冲到了我门口。失踪还能自己带牌回来，这也算有证据意识。兄弟，他不是来打架的，他是来补办户口的。牌子先登记，不销毁，不带离星落。查清楚后，我给你个说法。临时保管申请予以观察。还挺严谨。又查到什么了？苏野，档案里还有一张附带的旧地图，那上面标记的转运终点，好像就在你后山这条暗河。对得上吗？这里是旧水渠，这里是北侧低洼地。他又要投诉，兄弟，他这炮冒得很有故事。旧地图的终点指向你来的地方，旧区域长期停业，非工作人员误入。我这农场刚挂牌就碰上历史遗留物业纠纷。他说了什么？他不建议我们进去。本池不承担麋鹿沉陷失联及后续打捞责任。你这免责声明还挺全。免责声明？谁怕谁？安保部申请夜间突击检查。当然，突击检查也要尊重排班。兄弟，让我去。就实地开图嘛，我熟。野区导航，专业带路，绝不迷路。你确定？我负责外围，不负责下水。你这导航只开陆地图，水路不是我英雄池。如果那里真是旧项目残区，贸然封死暗河可能会改变水压，贸然进去又可能有结构风险和野生动物风险。所以今晚不去。不去？你急什么？你知道湿地你有多深？知道暗河出口在哪儿？知道水下有没有第二条通道？北侧那片伊洼地，老早以前就是存水的地方。那里地软草深，水下有洞，夜里去脚下看不清，人进去容易陷，动物进去也不见得好出来。小苏啊，水的事儿急不得。明天白天沿岸巡线，只查边缘，不下水，不深入。强光也先别用，他对光和月线都敏感。我会写进安全要求。猎豹明天负责外围气味和路线，平头哥守岸，不准下水。狒狒群走树上，不准乱捡旧东西。大象组长帮忙看地势，老狮王压住狮群别靠水。收到，野区导航上线。为什么我又不能下水？该限制合理。你一个水下房客，还管岸上安保，我懒得跟住户吵。行，明天白天我们只查边。兄弟，北边湿地有坨新，巨大的，像谁半夜去上班打卡了？新的，新的很，泥还湿着。兄弟，那拖痕宽的离谱，我跑过去一看，感觉像有人拿水泥柱子擦了一路。谁半夜上班打卡？安保部怎么没收到请假条？先去看，不下水，不进深处。我负责前锋，你负责别冲。那也是核心岗位。靓仔，天都没亮就巡山，加班费怎么算？找到线索，棉花糖记账。各位，开工！兄弟，拖痕从这里开始，路线往北，和旧地图方向对上了。这边别踩中间，中间泥空，脚下像没加载出来。我试过了，这块地不合格。靓仔，左边有水坑，右边有拦网，中间有高木头，走右前，不收钱。这牌子写给别人看的。今天你就是别人，我可是安保主任。安保主任更要遵守警示牌。沿岸，沿岸，不下水。当前路线偏离旧通道，请勿擅自深入。我们只查边缘。兄弟，这边有第二段拖痕，他昨晚绕过这里。这不是石头，是蛋壳。靓仔，树上有东西。我们继续查边缘，不碰深水。边缘区域可临时通行。他同意啦？他同意我，不代表同意你。全都停！退后！
谁都别往池边压。请让开！我要验收旧区域。验收个啥？你这一上来旧区域直接拆迁。停！下面有空腔，你硬撞，铁板和烂网会塌下去。你想救他就别动。苏野，先退回来。下方有活物，旧池不能受压，所有人离边缘2米。后撤，别踩池壁，带探杆和保温箱过来。啷个高？你搬铁板，只搬上层，不掀底下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池壁不能乱受力，先保边儿，再救里面。明白。救援监工到位，哪个偷懒我削哪个。你去最远那棵树边看绳子，这根绳子断了，银背会滑，铁板会塌，下面小东西会被压住。那必须我看，别人不专业。绕一圈，找有没有第2个出口，别靠水。收到，野区绕后排查。我知道你急，你越急，下面越危险。去！别怕，马上出来。升温弹准备，补液也备上，真有幼体。当前救援进度过慢，慢才不会死。2只都很虚弱，但还有反应，带回星落，先保温。明天白天我们只查边。兄弟，有车来过，轮胎印还很新。那边，兄弟，这车来了的不久，泥还没干，绝对不是远古版本。轮胎印在哪儿？不是巡逻队的车。官方车会登记路线，也不会绕到这条废泥路上。这个轮距也不对，那不就是非法闯入？安保部申请现场执法。你是先申请冷静。兄弟，车从西边进，绕旧铁丝网一圈，又往泥路外退了，不是官方路线，也不像迷路。停过，在旧繁殖池外面停了2次，第1次靠近水道，第2次靠近你刚救小东西那边。他们是冲旧巢来的。他又要投诉。靓仔，这边有垃圾，还有这个，味道不好，送你，不收钱。麻醉针包装，谁拿针？给幼崽用的？别要，证物。这玩意儿也算证物？大哥一口能给它销毁，所以才不让你碰。这种包装不是我们带来的，药可能是早年爬行动物走私线残余，也可能是有人翻旧仓物资继续用，专门冲诱鳄。这里有旧巢，有巨鳄，还有旧项目编号，对爬行动物走私者来说全是高价值线索。他闻闻，你记得这种味道？旧访客记录异常，果然记得，而且绝不是什么好记忆。先回星落，湿地安保临时证。临时证，持证岗位，这还差不多。安保部喜提身份牌，含金量拉满。兄弟，我也申请一个侦查通行证。你先把路看好，别让我们陷泥。先看被网勒住的那只。苏叶，别开强光。冷，温度还不够。家长也得排队，安保部持证维持秩序。当然，水域家长可以线上监督。他们现在需要保温、减网、补液，你别靠太近，棚里不能受惊。当前服务项目请保持透明。你这是监督服务质量？疼！停一下，尾根疼，慢点，先勒得深。先试嘴，不能猛灌。体温开始回升，情况暂时稳住了，存活。但还要观察，不能立刻下水，也不能见风。旧巢幼体当前照护，继续。行，鳄鱼托法所第1单，勉强没砸招牌。听见没？不是我们不让下水，是他们现在不能下水。临时照护说明已记录。您好，关于住宿区域，我有3点要求：第1，住宿区域禁止强光直射；第2，禁止近距离围观旧巢幼体；第3，禁止平头哥下水。啥玩意儿？凭啥单独点我名？兄弟，安保主任被列入借用英雄，高风险乱入对象需重点管控。第3条也可以。别吵！现在开始划分区，这里是幼鳄治疗区，这里是巨鳄深水区，禁止平头哥以任何理由申请水下巡逻。咋还写进正式文料了？兄弟，你现在是重点保护，也是重点防范。小苏同志啊，水域治理要制度化。这不是农场，这是动物版物业大会。行，暂住协议就这样，你待在深水区，幼鳄在医疗棚治疗，我们给你边界和低光，你遵守星落规则。本次声明不提供打捞服务。没事，只要他不把服务范围扩大到沉底就行。大哥以后守咒仙水区，水里那位神是水区，分工明确。兄弟，那个拿望远镜的两脚兽跑到幼鳄医疗棚后面了。兄弟，那两脚兽贴着棚后墙，手里拿个小黑盒子，正在往缝里伸。这时候不能炸。平头哥，跟我绕后。是。
持证执法，只咬裤腿不咬人。那大哥发挥受限，你咬人，这事就不好交给官方了。懂，文明执法。狒狒王，屋顶。靚仔，抓砸零算錢嗎？抓到人，棉花糖记双份。成交。发现人了，别靠近医疗棚门口，别开强光。你准备取证，偷拍诱恶，这就不是单纯踩点了，拍清楚点儿，两只都在。还给我！靚仔，這貨好便宜啊，確到部後奶去換糖都虧。別動！你幹什麼？我只是路過。路過帶微型攝像頭。路過你大爺！路過能往人家托兒所裡伸管子，把這東西弄走，弄走！鬆口，守住。文明執法結束，進入威懾環節。拿證物，便宜歸便宜，錢還在。拍到了保溫箱。微型攝像設備。非法侵入醫療區拍攝，巡邏隊過來控制人。我什麼都沒拍到，我只是看見燈亮，過來看看。看見燈亮就往通風縫裡伸攝像頭。姓名、目的、受誰指使？他聽見動靜了，不能讓他過來。林威，把人往外帶，離水區遠點。巡邏隊控制手臂，帶到外環。你認識這個人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你抖什麼？靚仔，佢包羅漢有東西。誘蛾位置誰告訴你的？我只是拍幾張照片，拿錢辦事。給誰？你最好現在說。水裡那位為了對拿貨這種詞脾氣不太好。你怎麼知道？我沒想碰他們，我就是確認位置。確認給誰？桑托斯。他說只要確認誘蛾是真的，就給我錢。後面的什麼事跟我沒關係。後面什麼事？別嚇死，證詞還沒完。這才是他要的結果。人抓住，證據留下，誘蛾沒被驚到，水裡的巨鱷也還沒有失控。你們抓我沒用，桑托斯今晚就到，他帶船來的。巡邏隊，外圈封鎖升級，目標人物桑托斯，疑似爬行動物走私線人員，可能攜帶船只和麻醉設備，方向舊水地水路。他從哪邊來？老弟，要不大哥跟他褲腿聊聊？褲腿只是開始。西邊費路2輛車，他說水路更快，還帶了折疊船。外圈西側攔截車輛，醫療棚周圍禁止強光，別刺激誘蛾和巨鱷。老師王，主路。小伙子，這半夜的也又得上崗，守住就加餐。那還等什麼？別上班。水渠車道，老組長，車道。小蘇同志啊，車道這個位置確實要堵，車能進來，麻煩就大了。平頭猴，你守誘蛾。誰碰保文長？正和大哥咬他祖宗18代褲腿。只咬褲腿，文明執法，懂。獵豹，外圈爆點，收到。偵查未上線，對面打野進我野區，我全程點亮。水域交給你，不要傷人，先攔住。當前指令，暫予執行。好，醫療棚燈降一檔，保溫燈保留，誘蛾不能斷溫。我和樹一守在裡面，巡邏隊外遷路正。兄弟，西邊有車燈，2輛，速度不慢，開得像偷籃被抓。動物多，管理亂，別碰獅子，繞醫療棚後面，先確認幼體。車道不用了，走人。桑托斯，這人不是來談的，他就是來拿貨。動作快，官方還沒完全封鎖舊濕地，老蛾在水邊，誘蛾在棚裡，分開處理。一記錄，先讓他們進圈，進圈才有完整證據，別開強光。一組盯獅子，一組看水面。醫療棚後面最空，別浪費時間。他還挺會挑路，那條路現在最不空。哼，靚仔，走錯門啦！兄弟，左邊2個被樹上收租隊打退，右邊還有一個摸棚後，平頭哥注意，平頭哥注意，平頭哥注意！啊！持證執法，褲腿留下，別追遠。收到，手點不追擊。讓開，那不是你們能養的東西。你再抬一點，今晚就不是偷貨，是持械闖入高危動物醫療區。所有人後撤！一頭把蚊香遮住。嚇唬誰？小蘇同志啊，這種危險器械落點必須控制，踩泥比踩人合適。水裡可不是你們的地盤。記住，不許咬人。
收到，不咬人，船不在保护名单内，船可以拆。兄弟，对面打野进河道了，折叠船一艘，网具2套，后面还有个拿黑盒子的，先要插眼。他要标记入口，向水下定位器。如果定位器沉进去，以后就不是桑托斯一个人知道路线，旧湿地、水渠、后山水池都会被这条暗线串起来。我不怕他们今晚冲一次，我怕的是有人以后照着坐标一次又一次摸进来。别让他进暗河，巡逻队别靠水，守住浅滩两侧。人归你们，水面归我。按他说的做，先保入口。下网，先把入口冒住。老鳄只要露头，就用绳网缠他。什么东西？石头！稳住！不许咬人！当前执行非接触式服务。这服务可以，大哥给5星。你也不许下水，大哥只是岸上观摩。靚仔，天上掉鐵餅，政務別拆，又不能吃又不能拆，你們人類好麻煩。这个东西如果进了暗河，他们以后就能找到水下入口。所以他才急。把网撑开，别让他靠近船底。老板，他在下面拆船，收获！团灭！对面河道团灭，装备爆一地，兄弟快捡，别让小兵补刀。少解说，定外围，收到。外围无新增敌人，对面打野心态已崩。小伙子，泥里趴着挺好，别换姿势。回来。非法船只已清退。那老东西最怕这个声音，你以为他真听你的？有些东西记性比人长。这不是普通扩音器。林威，记录射百关。引路，继续录，别关。他们应激了。龙门关闭，水位下降，编号点名，禁止挣扎。这不是普通害怕，是旧记忆被硬生生切开。终于明白桑托斯为什么这么笃定。这台设备不是用来吓动物的，以前就用来前控制巨鳄。看见没有，老东西还记得。别正面上，找线。兄弟，设备后面有电缆，右侧箱子像电源包，对面辅助开大了，先切后排。注意右侧电源，别挡动物路线。吵死了，老子砸了他！银背，搬石头挡文员，挡住不砸人。苏野，退回来！听我说，酒池、麻醉、拖走，幼体失联。巨鳄，这里不是旧笼子。这里是星落，右鳄在医疗棚，保温灯还亮，看着我，别看过去。呸！难吃靓仔，这个沉得很，肯定直躺。他稳定了吗？还没，但他没失控。兄弟，对面打野闪现跑路，左后方，左后方。巡逻队，盯桑出道，别让碰第2个箱子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出口现在不适合通行，原因很简单，安全隐患尚未排除。旧东西，封存。这个能证明他知道巨鳄的旧弱点。设备、电池、线缆全都拍到了，包括他亲口说巨鳄怕这个声音，也全部录得很清楚，已经够用。右鳄呢？还活着，呼吸快，但体温没掉。听见没有？右鳄没事。这里真能住？能住，但这里有规则：第一，不伤人，不下右鳄治疗区；第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随便给人安排沉底服务。这个服务还能预约？你也不许预约。大哥是安保主任，了解一下业务范围，怎么了？您好，关于临时住宿，本池提出3项基础需求。说，禁止强光直射深水区，可以；禁止近距离偷拍旧巢幼体，已经列入规则。禁止平头阁水下巡逻。凭什么？大哥持证上岗。您好，您的证件不具备水下通行权限。你看不起岸上安保？不，本池只是拒绝外包乱入。停！你是岸上安保，负责医疗棚、浅滩和外权；你是水域住户，负责深水区和暗河入口警戒。谁越权，扣加餐。谈妥了。他愿意住，但要重新划水域康复区，专用浮标隔离网、低亮警示灯、水下监控、右鳄治疗区遮挡棚。我现在就补申请。这条写的太绝对了吧？就是写给你看的。监控只看边界，不对着深水区正面拍。明白。低刺激管理，保护隐私，保护证据。还有一条，不许私自扩大地盘，请明确地盘范围。深水区到3号浮漂，暗河入口只能警戒，能堵死。动物饮水线归公共区域，右鳄治疗区归医疗棚。暂可接受。别带野，野起码不住水里。兄弟，外圈暂时稳住。桑托斯那边被象群堵着，几个小兵全趴了。您好，临时住宿押金已提交，送礼。半小时前，这头巨鳄还能把船掀进泥水里，把桑托斯的人吓得爬不起来。现在他却一本正经交了一条鱼，不是投降，也不是讨好，更像是他终于承认星落的规则可以覆盖这片水。押金登记，水域住户1号，这是右鳄补界，谁也别动。他这是认可？差不多，他交房租。靓仔，鱼能换糖吗？不能。那这房租很一般。安保不能抽成吗？合理分配，服务体验尚可。欢迎入住星落，水下房客。桑托斯不见了，兄弟，桑托斯没往外跑，他钻进旧湿地仓库了，背包鼓的跟偷了蓝 buff 一样。狒狒王，后路。靓仔，这单算加班费了。仓库后面我熟，
有2扇破窗，1个狗洞，还有个烂铁架。全堵。明白。包围套餐。兄弟，桑图尔斯进仓库了，门没关严，里面有灯，像在开箱毁装备。他要烧文件。贝贝群已经上去了。老板，后门已封，向左要买票。这比巡逻队展开还快。灵长类外包，效率还行。站住！临检！该死！左边，他往车棚跑，背包还在，鼓得离谱，像偷了3组野怪还想回城。老组长，车到！小苏同志啊，这个逃跑路线看起来比较单一，我们稍微站一下，他就没有选择了。小苏同志啊，车辆通行需要审批，审批不通过。你们没资格动我的东西！你都把东西送到我仓库门口了，还挺客气。老弟，这货是不是运输大队奖？打架不咋地，送货是真勤快。折腾一晚上，又饿巨鳄没抢走，倒是把水域康复区半套设备全送齐了。这人反派当的不怎么样，物流意识倒是挺良。靓仔，他仓库里面还有货，水泵、冷柜、鱼料，好多。仓库里还有东西，可能是水域设备和补件。这些东西有一部分可以依法临时调破给星落，比如水泵过滤器、浮台材料、鱼料，冷柜要检测，但大概率也能申请。兄弟，战利品爆仓了啊！这波不是打野，是快递员迷路进全选。别乱踩政务。这是重点区域，先拍照封存，3个点别动，等天亮再查。你们最好别碰下面。放心，你越不想让我碰，我越会按流程碰。后山水区有动静。所有人离水3米，应该是暗河水位变化，把旧水下转运舱里的东西冲出来了。不是今晚刚掉进去的？不像，铁锈层太厚，结构边缘还有旧断口，可能暴雨后水压变化，再加上刚才水域被浇动，旧舱内部旧笼具我知道，也不能直接沉回去，不建议保留。您好，本池对历史遗留垃圾保留投诉权。投诉可以，打捞也要按流程。老弟，下水这活交给大哥，安保主任亲自出马，保证把那破铁片叼上来。否决。为啥？绝对不行，水下有巨鳄、旧铁笼、暗流和不明尖锐物。你下去就是增加救援对象。大哥水性也不是不行。您好，未登记陆地安保禁止进入水域施工区。听见没？人家嫌你没证，安生证还不够，水下还要单独考试。要考啥？不下水。这题大哥不太想考。兄弟，水下副本门口禁止脆皮下河，平头河别送，一送就是团灭开关。你个跑得快的少指挥！都闭嘴！官方打捞。小型钩索、浮绳、长杆，所有人站在安全线外，只拖龙角不下水。低亮设备，遮光罩加上。你负责看绳子。这岗位听着有点核心。绳子动你就喊。那大哥不就是现场总控？你别碰水就行。巨鳄那边能配合吗？你守外围，有人靠水你提醒，铁笼拖动时别碰绳。当前任务外围警戒，请勿将旧垃圾拖入本池核心区域。拖上岸，分类处理。慢拖，别猛拽。里面有东西，像定位芯片。我试试能不能读取。旧型号，可能只剩残留为坐标。靓仔，这么小一片也值钱？哎，你们人类的垃圾好多不给拆。旧垃圾请分类处理。行，今天先给你分类。铁笼归政务，芯片归技术，烂网归危险废弃物，平头阁归岸上待命。最后一条是不是夹带私货？非常必要。大哥好歹也是开了路的安保主任，怎么每次到了核心环节就被当成重点观察对象防着？有残留定位在哪儿？位置不是旧湿地，是星落主屋后面的废井。低亮，少人，不惊动动物，不开强光。我操！空军团开大了！我操！我操！兄弟，这不是空军团，这是空军团开会！慌啥？不就是一群会飞的小玩意儿？大哥刚才是战术低头。都别乱扑！别打，他们是蝙蝠。声压低，谁开灯谁改需求。井下潮味又重了，今天还让不让下班？甲方来了，就说昨晚那扇门响的不正常，没人信。井下那扇门响的不正常，兄弟，他们是不是要抓我头发？我没有头发给他们抓，但我有尊严。你先把腿站稳。这是肌肉预热，不是怂。哼，你预热的挺全面，你也预热了。大哥那是给低空单位让路。数量不少，但不是坏事。不是危险。对人来说不适合直接接触，但它们本身是控虫好帮手。这里潮湿有虫有缝隙，正适合栖息，不能驱赶更不能伤害。我们要确认是否携带病原风险，但处理方式是隔离和引导，不是赶走。明白，不能开除员工，只能换办公室。你这个说法倒也不算错。这甲方要给我们换工位，办公室能换，别又是临时需求。上次说改善环境，结果井下多了一股霉味儿，谁负责验收？我负责。你在跟他们安抚？差不多。井外给你们搭栖息箱，避光防雨，远离医疗棚。你们别往主屋和医疗棚连飞。包住宿，有没有加班饭？虫子归谁？栖息箱算新工位吗？甲方终于干点人事了。虫子你们自己吃，加班饭没有，但栖息箱管够。
兄弟，你怎么一脸在处理投诉的表情？因为他们真的在投诉。投诉谁？大哥帮忙出头。这愣头青是谁？别，这位很吵，会增加沟通成本。他们是不是看不起大哥？那不还是看不起？没有，他们只是觉得你不适合参加会议。这不就是看不起老子吗？我们可以在井外东侧装3个蝙蝠栖息箱，离主屋窗户远一点，靠近树林，这样既不影响人，也能保留控虫功能。箱子要避开医疗棚上风口。对，诱鳄和其他动物刚稳定，不能让蝙蝠群往那边飞。看来新工位环境还不错。听好了，井外新住处可以安排，但你们得帮忙盯井下，只报异常，不需要靠近危险处。工作范围变更，新增夜间巡查。要写进住宿协议，我们只负责听，不负责开门。可以，只听不下井，听见没有？新工位在树林边。这协议听起来还不赖。准备签署住宿协议。树林边可以，通勤距离增加，但总比井下潮味好。井下最近真的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下面潮味变重，水声变近，还有东西敲门。昨晚敲了3次，前晚也响。井下竟然有敲门声，有信息。井下有异常响动，最近几晚都有，水声也变近了，可能连接暗河旧通道。还不止，他们说有东西像在敲门。井下有门，下面那东西夜里响得很有规律。井下可能有门，而且连续几晚有响动。今晚不开井，先封控，明天上设备。废井周边临时封控，蝙蝠栖息箱优先搭建，后续做病原风险筛查。他们以后算什么岗位？控虫和夜间异常预警。空中侦察外包。兄弟，我申请远程参会，这个地下会议我不想线下到场。差不多，地下加班群转正。大哥也不是怕，就是尊重夜间会议纪律。下面那扇门昨晚又响了，像有人在里面敲下班卡。次日清晨，探井装备准备就绪。老弟，阵仗挺正式啊，大哥是不是能下去露一手？不能，大哥昨天已经完成看绳子岗位，表现稳定，所以今天继续稳定。兄弟，别让他下井，他一下去，副本难度直接侦察变救援。你闭嘴！昨天空军团大是谁躲人后面？那是我在保护后排。开始安全检测，先测氧气和有害气体，再看井壁稳定，不开盖盖，不吓人。井口外1米不能站人，边缘松了，踩中了会塌。只取证。甲方又来了，今天带设备，需求明确吗？别让那个吵得下去。他们是不是又在说大哥？他们夸你存在感强，算这群小飞鸟识相，那还行。氧气勉强够，但井下潮气重，不能让人下到底。拉安全绳，不下到底，只下半程取封铁和锈片，别拔井，拉绳就行。哪个下去？要是绳子断，老子把井拔出来。这大块头力量真恐怖。银贝也讨厌旧东西，但他现在能按规则帮忙。小苏同志啊，这个井口地面有塌陷风险，我们站在这里能稳住外圈。这比临时支柱架还稳。活体支撑，不能报销。靓仔，下井这种细活当然找我们啦，不能让动物冒险，看我们灵活搜寻。只到半程，不碰门，不下到底。他们比人轻，动作更灵活。绳子在银贝手里，外牵有象群，只取封条和锈片，拿到就上来。明白，不拆门，不乱摸，不拿私货。嘿嘿，靓仔你这人合作久了，越来越懂生意风险。动作轻盈，探查半程，稳如泰山的安全保障，尤其最后一条。这就是那扇神秘的门。停在这里，先取外侧样本，不确认结构前不靠近。临时工下去了，注意安全。门最近脾气不好。门脾气不好是什么意思？下面有水压变化，门附近可能渗水。停在半程，暂停下滑，取样准备。讲得凶，水也往外冒。昨晚敲3次，危险！地下水压喷涌，上来！给我上来！树上收租队升级地下侦察队，靓仔记账。记，回头给糖。你负责地面安全，但很重要。大哥也能干侦察，听着像安慰。地下竟然有这东西！项圈，不是犬类规格，大型猫骨。这股气味极其古老，绝对不会错。小伙子，下面那味儿不像死的。井下究竟活着什么？所有白光撤掉。关主灯，只留低亮红光。井口外3米，重新拉线。啥玩意儿？猫科？老弟，你别告诉我下面还有个会爬墙的陌生猫科！我操，刺客英雄啊，兄弟！这要闪现出来，我得回拳。你先别说，王说，下面气味散呼吸浅，强光会导致高应激。强光全部撤，记录上写明疑似高应激大型猫科。先从门缝探，不碰门，不推门。一抓给摄像头缴械，官方装备刚进草丛就黑屏。退！别拽回来，先停住。别找，我会咬我。他怕光，很怕。按最敏感的救援对象处理。低刺激流程，全部动作放慢。我不照你，镜头收回来。你不想看见光，我就把它包住。先用温水确认他愿不愿靠近，再推肉。别把食物塞进去，放门洞边，让他自己决定。靓仔，你这是给井下住户送客房服务啊？水在这里，你不喝也没关系。喝，这有啥可验的？闭嘴，别急，让他自己看。别扑，外头没人抢你的地儿。能接受物品进入门缝，说明还没完全失控。肉放这里，没人抢你的。外面有人会来找我。外头不是猎场，没人逮你。我不照你，你不想看见光，我就把它包住。我不让他们进来，谁会来找你？低一点，
替外面这群家伙收住动静。白手套，白手套，箱子，别看我！好，不看。镜头后撤，屏幕先盖住。怎么了？他提到白手套、光和箱子，情绪上来了。先别拍。白手套？啥玩意儿？偷步的还戴白手套，挺讲究卫生啊！你少把犯罪团伙想成后厨。那戴白手套干啥？怕魔脏猎物？也可能是皮肤限定，高端反派都整点标志，方便观众认人。你俩闭嘴！现在不是研究反派神辈的时候。你先别管外面，现在这里没人罩你，也没人开门。水和肉都放着，你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就别碰。小伙子，别逼他，他现在听着外头每一下动静呢。知道。巡逻队再后撤1米，把设备箱挪到遮光布外。您好，检测到旧标识关键词，建议相关人员停止公开展示住户资料。巨鳄也知道这个词，看来牵扯到的不只是井下这一只。巨鳄也有反应？他对这个词也敏感。白手套可能不止牵涉井下这只，那就更不能公开。数据损坏的很厉害，桑托斯可能只是下层接触者。能不能查白手套？先找标志。还真是手套啊！这帮人整得跟开洗衣店似的。你离证物远点。大哥就看看。你上次看看，差点把麻醉针当牙签。兄弟，这标志一看就是高级老六。桑托斯那种泥坑送货员，顶多算外围小兵。设备离线读取，所有数据外传，先做本地封存。那井下动物的信息怎么报？不报照片，不报位置，只报旧井存在疑似高应激大型猫科，需要低刺激救援支持。我也这么想，先用代号，不公开影像。医疗棚、水域、旧井3处同时降曝光，外圈巡逻照查，但别让无关人员靠近主屋后方。黑豹存在，暂列保密救助对象。他们会带灯，那我就把灯关掉。他们会带箱子，那我就不让箱子靠近你。他们看见我。现在开始，除了我和救援必消的人，谁也看不见你。我去申请保密通道，顺便把桑托斯设备封2次证物袋，白手套标志不要外发。林姐，断开，电脑无线蓝牙外接模块全部关掉，读取器单独封带。那张照片里的黑豹蜷缩在箱子角落，被强光照射得睁不开眼，脖子上戴着旧项圈。这就是他口中光会咬我的意思。他不是单纯怕黑怕亮，而是曾被强光残酷折磨过。屏幕盖住，不要再看照片。读取器可能触发了本地缓存，也可能尝试过远程记录。位置暴露了吗？现在不能确定，设备已经断开，刚才时间很短。如果它有联网模块，也可能只记录到有人读取过这条资料。那对方知道星落了？未必，桑托斯设备本来就损坏严重，数据残缺，刚才跳出的更像离线缓存，但为了安全，要按最高风险处理。也就是说，先别自己吓自己，但该封的全封。对。啥意思？白手套那帮人隔远处偷看相片？差不多，你可以理解成有人在后台查住户档案。查档案？这不侵犯安保部寡席权吗？大哥申请出战！你先申请别咬证物袋。凭啥？因为你长得像会突然冲进去检查水表。兄弟，这不就是外挂后台吗？对面还没上线，先扫咱们地图资源点。所以先把资源点藏好。黑豹不能按普通救助上报，我申请秘密救助对象，不给照片，不给精确坐标，只报疑似微创伤型大型猫科，需要低刺激转移和暗示材料。把旧井范围写成内部风控区，对外只说旧设施安全排查。可以。没人看照片了。我知道你怕光，我们会给你换个地方，没有强光，也没有围观。去哪里？从井口到主屋后侧空着的旧储物库。那间金屋子原本放维修工具，墙厚窗小，离旧井不远。旧储物间先清空，窗户封遮光布，门缝也封，地上铺软垫，里面放水和肉，临时暗示。对，你们能颁布吗？靓仔，颁布可以，加班费怎么算？棉花糖记账。开工了！地下住户要换房，动作轻点，别搞出装修队拆楼的动静。安保部负责验房，你负责离暗室远点。您好。地下住户手续复杂，建议先明确住宿区域、出入通道及围观限制。你还有脸说别人手续复杂？本池需求均属合理居住权益。你当初差点把平头哥水下巡逻权写进禁令里。对，他针对安保部。温馨提示：安保部不具备水下作业资质。物业大会又开了。小苏同志啊，
光线管理要细，门缝、窗缝、墙角缝都要考虑到。老组长，窗外挡板交给你。可以，这属于基础设施配套。这东西临时是临时，但方向对，不能漏光。谁铺的？扣糖。扣半颗，别影响事情。靓仔管理有人情味儿。他现在是秘密救助对象，没有我的2次授权，任何人不能调照片。那就先不让他上网，也不让他见光。路不好了，没有光的地方真的有吗？